在末日到来之前给了你3张物资卡，请问你会怎么选择？第一个，1吨黄金；第二个，满血加特林加无限弹夹；第三个，怀孕美瞳，等谁怀孕。林凡果断选择了第三个。没有别的，爽就完事了。只因在末世里，只有重生归来的他才知道，所有末世前的食物和水都会腐败变质，人类想要生存，就只能击杀变异兽和丧尸来获取生存物资。可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东西的爆率实在低得可怜。但是林凡却凭借着超高的爆率和天赋，在末世里和一众校花女神过着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时间回到30分钟前，城市上空响起了警报，丧尸和变异兽即将来袭，头顶有箭头标识的人是他们首要的攻击对象，请务必远离。此刻的人群四散而逃，乱成了一锅粥，也只有林凡双手插兜，吹着口哨，头顶着箭头，他不慌不忙地走着，而相熟的好友和同学们见此，早就已经弃他而去了。快关门，别让林凡进来，他头顶上有箭头。哼，一般无知蠢货，头顶箭头的人可是万里挑一的天选之人，末世倒计时结束后就会觉醒天赋，正因如此才会成为丧尸和变异兽首选的攻击目标。林凡懒得和他们计较，而是不慌不忙地朝着学校小树林里走去。那里有一座他早就搭建好的庇护所。就在这时，不远处的女生宿舍楼前，一道熟悉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是校花陈思思。此刻他头顶上也顶着和林凡一样的箭头。上一世陈思思可是被称作火焰女神丧尸克星的，甚至曾在一次尸潮中瞬秒了数百万丧尸。如今她和我一样被人嫌弃，这不正是拉拢的好机会？想到这里，林凡眼前一亮，走了过去。而此刻的陈思思正焦急地拍打着宿舍的大铁门，卑微地恳求着：再有15分钟，丧尸和变异兽就要来了，求求你们放我进去吧！咱们这么多人，肯定不用怕丧尸和变异兽啊！求求你们放我进去吧！放思思进来吧，她一个女孩在外面很危险的。什么时候了还抢着女骚？谁想陪她，谁滚去外边！陈思思啊，我还以为只有男人才喜欢美女呢。没想到丧尸和变异兽也看脸，先吃美女，所以长得漂亮有屁用啊？不也得变成丧尸时？赶紧滚远点！跟我走。在这些嫉妒陈思思美貌的骂声中，林凡上前一把拉住了想要跪下来继续恳求的陈思思。同是天涯沦落人，林凡有着绝对的自信，陈思思会同意自己的邀请。果然，在看到他头顶上的箭头时，陈思思苦笑了一声，便是急忙忙答应了下来。临走前，他目光冰冷地扫视了一眼女生宿舍内的众人，并且记下了他们的样貌。若能活下去，思思必定百倍偿还今日屈辱。你还是先找到藏身所再说大话吧。一个校花，一个校草，真是绝了。看来老天都看不下去了，要第一时间灭掉你们这种空有一身皮囊的烂花瓶。将身后的冷嘲热讽甩开，林凡带着陈思思钻进了附近的小树林子里。可是这刚一进去，陈思思就脸颊发烫，整个人就胡思乱想了起来。这不是学校情侣约会的地方吗？这里位置空旷，不适合躲藏。他带我来这儿，不会是想临死前跟我那个吧？就是这里，我们到了。就在陈思思一想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座废弃的2层小楼之前。这里是林凡重生之后第一时间建立的庇护所。陈思思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误会了。就在此时，末世倒计时恰好结束，天空中的画卷瞬间爆炸开来，化成了无数的碎片，洒向了大地。林凡，你头顶上的箭头怎么消失了？我的也消失了，头好晕啊！听着陈思思的话，林凡的心中瞬间激动了起来，因为这意味着天赋马上就要出现了。与此同时，一股陌生的信息涌入到了林凡的脑海之中。恭喜宿主获得天赋媚眼，任何女神级别的女人只看宿主一眼就会一见钟情爱上宿主，并100%忠诚于宿主。并检测到重生者结合宿主当前所处环境激活爆率，宿主每征服一名女神级别的女人，爆率增加100%，无上限。女神达到一定数量必爆传说级神器。系统到手，女神们，哥哥我来拯救你们了！此刻，魔都大学的操场，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碎片落在了地上，瞬间切碎时空。椭圆形的时空裂缝出现，大量样貌丑陋的丧尸和变异兽嘶吼着冲了出来，
而此刻的林凡站在窗边，看着眼前这熟悉的一幕，却并不慌张。爆绿系统和我天赋魅眼简直绝配，征服的女人越多，爆率越高，还能提升爆出物品的品质。这哪是末世呀，这简直就是天堂！林凡，你看，陈思思炫耀地张开了自己的掌心，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火球悬浮在上空。这火球虽小，但是林凡还是能感受到强烈的灼烧感，这让他由衷的兴奋。厉害呀！还好啦，就是很可惜，它只能秒杀普通级的丧尸和变异兽，还有次数限制，一天只能使用10次。不过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能够晋升等级。不说我了，林凡，你觉醒了什么天赋啊？林凡面露尴尬，正觉得自己的天赋有点难以启齿的时候，却发现两人对视的一刹那，陈思思看向自己的眼神居然悄然发生了变化，整个人变得面红耳赤了起来。这是天赋魅眼生效了。叮，征服女神成功，爆率增加100%，当前爆率110%。一步仙步步仙，系统给力！林凡激动地亲了一口陈思思，但是陈思思却并没有生气，只是羞红着脸，不停地躲闪着林凡的目光。就在这个时候，越来越近的嘶吼声却引起了林凡的注意，他立刻来到了窗边，看到大量的丧尸和变异兽围拢了过来。他们怎么都朝着这边来了？虽然箭头消失了，但天选之人依旧是丧尸和变异兽的首选攻击目标。等会儿尽量别发出声音，丧尸和变异兽听到人类声音就会格外暴躁。一旦他们暴动围攻，这栋加固过的2层小楼恐怕也扛不住。陈思思急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原本拥有天赋火球术之后，他已经没有那么惧怕末世了。可是透过这窗户的缝隙往下一看，下边至少有上千只的丧尸和变异兽围着这小楼。陈思思看到之后，还是心里有些发怵的。林凡，那怎么办啊？我们总不能一直躲着吧？先等一等，看情况再说。我记得上一世有人研究过，天赋之人身上的气息有时间限制，只需要扛过10分钟便会消失，气息消失应该就能解围了。在他思考着解决方法的这段时间里，在恐惧和天赋媚眼的双重作用之下，林思思竟不知不觉之间对他暗生情愫。冷静有担当，还给了我栖身之所，处处保护我，在末世里能活多久还是未知数呢。早晚都是死，不如趁着现在没有那么狼狈，就把第一次交给这个值得托付的人，就算报恩也能将我们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这样想着，陈思思直接就从后面一把抱住了林凡。林凡，要不我们……思思，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走，外边丧尸少了，咱们一起去杀丧尸。哎呀，真是个死直男，就知道杀丧尸爆装备，亏我做了半天心理建设，好好的氛围也被破坏了。陈思思只好将自己的心思埋藏了起来，跟着林凡下楼去。林凡在地上捡起了一把消防斧，来到了窗前。思思，你小心点，尽量躲在我身后。我漏掉的丧尸，你注意用火球击杀。转头提醒了一句，林凡便走过去，将铁门打开了一半，只留下一条可供一只丧尸爬进来的通道。末世初期，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一旦被丧尸或者变异兽抓伤，就是必死。即便有经验，也不能掉以轻心。目前单对刀就已经是我的极限。此刻，外面那些早就已经饥渴难耐的丧尸和变异兽，在感应到人类的气息之后，发出了一阵嘶吼，拥挤着小从门口的缝隙挤进来。很快，一只样貌极其狰狞的丧尸刚把上半身钻进来，林凡手中锋利的消防斧就瞬间斩落，斩断了这丧尸的头颅。丧尸死亡，尸体消失，留下了一个矿泉水瓶掉在了室内的钢板上。是的呀，爆率这么高吗？这样看来，末世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嘛。有了这瓶水，起码我们能多坚持2天。林凡淡然一笑，也没有多解释。紧接着，又有一只变异的老母鸡飞了进来。林凡继续手起斧落，尸体消失之后，留下了一只生鸡。林凡，你好棒啊！这只生鸡我们省点吃的话，至少1周都不用饿肚子了。但是很快，陈思思就发现自己还是太过于保守，在林凡变态的暴力下，必将爆出。有的丧尸甚至一次性爆出了2件，不知不觉之间，外边的丧尸也被杀的只剩下3只了。林凡，丧尸不多了，让我也试试呗。行，你来。林凡后退，让出了有利的位置，他很欣慰。陈思思能够主动的提出来击杀丧尸。上一世末世初期，林凡见过太多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的女人，她们的下场都是非常惨的。陈思思神情紧张的来到了门前，一只丧尸嘶吼着朝着陈思思袭了过去。陈思思掩饰着心中的恐惧，一挥手，天赋火球瞬发，丧尸直接就化为灰烬了。轻松击杀，丧尸也不过如此嘛。但是怎么没爆物品啊？可能是几率爆吧。3只丧尸全部被杀，但是却依旧什么都没有爆。林凡见状也没有说什么，这才是最为正常的爆率。林凡，要不我们出去杀丧尸吧？
哎，不行，去外面杀丧尸风险太大，相比没有智慧的丧尸和变异兽，有心算计的人更可怕。在我们还没有自保能力的情况下，还是苟一点比较好。丧尸和变异兽会随着时间推移增加感知距离，所以现在我们只需要苟在庇护所内，等着丧尸和变异兽上门就行。拿上物资，我们上楼清点一下。林凡带着陈思思上了2楼，等清点完物资之后，陈思思一扫脸上的阴霾，激动不已，看向林凡的目光之中也愈发充满了崇拜和热烈。1整只生鸡，5瓶矿泉水，7桶泡面，6根火腿肠，2袋饼干。哇，林凡你好厉害啊！可是为什么你杀丧尸必爆东西？我杀了3只却什么也没爆呢？你的天赋是火球攻击型的，我的天赋是辅助型的，增加爆率。林凡说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答案，但是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毕竟爆率系统属于他的秘密，他不会和任何人提起，哪怕陈思思现在100%忠诚也不行。谁料陈思思不仅不疑有他，反而是满眼艳羡的依偎在了他的怀里。在这个只能杀丧尸获取生存资源的末世里，貌似你的天赋爆率要比我的火球更实用了。林凡，那我以后就靠你养着了。没问题。林凡淡然一笑，处理起了生机，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烧烤架子和炭火等物品，来到了2楼的阳台。鸡肉在木炭的熏烤下滋滋作响，陈思思闻着烤鸡的香味，口水都快流下来了。末世第1天，他居然能吃上烤肉，估计此刻他已经击败了全国 99.9% 的人了。啊，放开了吃。林凡，要不我们还是省着点吧。没有冰箱，鸡肉之类的鲜肉放3天就会变质了，所以全吃光就行，吃完了再杀丧尸爆就行了。跟着我你怕啥？也对，有你真好，我以前都不敢想能在末世吃上自助烧烤。吃到一半，远处宿舍区忽然传来了大量的惨叫声，声音更是撕心裂肺，哪怕是相隔1000米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大部分是女性的声音，但是此刻的林凡依旧神色自如，大快朵颐着。可是他旁边的陈思思似乎是有点坐立不安。别过来！林凡，那边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叫得那么惨啊？人性的恶暴露了，给你个望远镜，自己看吧。随着末世降临，囤积的食物全部腐蚀变坏，生存成了问题。面对着死亡的恐惧，人的本性开始逐渐的暴露。而此时，陈思思接过望远镜，看向了最近的一栋宿舍楼。宿舍楼1楼大门紧锁，外面全都是密密麻麻的丧尸和变异兽。2楼宿舍阳台，2名男性正按着1名女性做着不可描述之事。这一幕不止一个宿舍发生。看到这里，陈思思没敢继续往下看，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抖动着，面色白得像纸一般。末世太可怕，正和林凡说的一样，人竟然比丧尸和变异兽还要大。幸好在末世降临前，我被赶出了宿舍，遇到了林凡，不然现在的我也……谢谢你，林凡。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更残酷的还在后面。就那2000多人，最后能活下来1/10就不错了。嘶吼声应该是随着时间流逝，丧尸和变异兽的感应范围增加，朝着咱们这边来了。思思，你要是不适应，就先在2楼休息，我先下楼杀丧尸了。在见识到宿舍区女生悲惨的下场，林凡又如此优秀的情况下，陈思思已经打定主意，自己一定要现身，和林凡捆绑在一起。不行，今晚我一定要主动拿下林凡。林凡刚到楼下，正准备开杀，就发现陈思思居然也跟了下来。思思，和之前一样，你捡东西就行，丧尸你就别杀了，全交给我。好。林凡还是想借着暴力系统在末世前期多囤积一点物资的。而这时变异兽和丧尸蜂拥而来，数量足有上百个之多。凭借着庇护所的地理优势，丧尸和变异兽来一只死一只，来2只死一对。很快在林凡的脚下就囤积了大量的物资，直到在击杀第40只丧尸的时候，一个散发着微弱白光的圆球掉落在了林凡的脚下。林凡立刻将其捡了起来，此刻的他真的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林凡，这是什么？好东西，你先放一边，等我杀完这批丧尸。林凡压抑着心中的激动，继续屠杀丧尸，直到将近100只丧尸屠杀干净，这才心跳加速的找到了那白球。这白球能随机开出稀有的物品。上一世我杀了1个月丧尸才出了1个白球，没想到这一世靠着爆率系统一天就爆出来了。给件装备吧。哦，竟然是冰丝甲！
不就是件衣服吗？你至于那么激动吗？这是冰丝甲。哎呀，跟你说不清楚，我穿上给你看你就知道了。林凡快速把冰丝甲穿在了身上，周围出现了一个白色的护盾。陈思思见状，好奇的伸手过来，却是被白色的护盾阻挡。这是什么东西啊？冰丝甲穿上后会在身体周围生成一个防护罩，能够免疫普通丧尸和变异兽的伤害。在丧尸和变异兽没有进化到1阶前，这件冰丝甲就是无敌的存在。我记得上一世末世过去了很多年，获得冰丝甲的幸存者都屈指可数，这也太幸运了。那也就意味着穿上这件冰丝甲，就再也不用怕外面的丧尸和变异兽了。太棒了！不对，林凡，这些信息天空上的画卷好像没有公布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完，说漏嘴了。那冰丝甲上有说明，我从上面看到的。好吧，林凡，你的暴力天赋好棒啊！感觉相比之下，我的火球就有点气馁了，好羡慕你啊！思思，你也不用妄自菲薄，等你的火球慢慢升级，你就能意识到自己的天赋有多恐怖了。思思，我打算出去一趟，看能不能帮你也报一件冰丝甲，你就在这等着，哪儿也不要去，更不要相信任何人。我走后记得反锁房门。说完便打开了房门，一头钻到了外面。林凡向着丧尸密集点奔去。不远处的丧尸和变异兽在感应到了气息之后，也是很快的聚集了过来。林凡开始还是稍有收敛，但是后来他发现10几只丧尸围着自己，连一脚都摸不到。既然这样，那老子干脆站撸了。于是仅用了3分钟的时间，便将所有的丧尸清理掉，并且收集了大量的物资。10几只丧尸都不爆光球，这爆率也太低了吧！叮，附近发现女神。哈，爆率系统还能自动检测女神？林凡愣了几秒，神色顿时激动，立马顺着绿色箭头指引的方向跑了过去。我去，每征服1名女神便能增加100%的爆率。刚尝过高爆率甜头的他，遇到女神自然是不会错过，自己必须要将其给收下。苏珊珊手持匕首靠在墙角，将刀刃架在脖颈前，怒视着3名一脸淫笑的男同学。你们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死给你们看！死呗，人刚死还是热乎的，还能用。苏珊珊知道自己今天是凶多吉少了，面对着3人猥琐的神色，她的眼神中逐渐露出了绝望。刚刚末世真爽，随心所欲，还不用受到惩罚。要是不愁吃喝，那就更爽了。吕刚3人全员恶人，毫无人性。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反正不一定能活下去，自己先爽了再说。而他们还真就玩弄了不少的女同学。苏珊珊，要怪就怪你是魔都大学4大校花之一，上了你，我们哥仨就死而无憾了。就是，反正你一个弱女子，早晚也得被丧尸咬死。不如死前造福我们哥仨，让我们舒服舒服，也算当回女菩萨，做好事了，来世能投个好胎。耳边极尽龌龊的淫笑声让苏珊珊愈发的绝望。好在她急中生智，捡到了一把匕首，这才苟活到了现在。吕刚3人似乎不想再跟他废话。苏珊珊意识到自己将难逃一劫，正准备拼命的时候，对方却突然停住了。苏珊珊也顺着他们的目光看了过去，猛然的看到了宿舍楼外一个浑身发光的人影。我操，刚哥，快看，那是谁啊？怎么浑身发光啊？那不是林凡吗？这小子先前不是头顶箭头变成优先攻击对象了吗？怎么现在不仅没被丧尸和变异兽咬死，还得到了不小的机缘？哼，咱们好不容易用同学的尸体将宿舍楼外的丧尸和变异兽引到了楼后，现在这个小子在外面乱跑，竟然又引了上百头丧尸过来，到时候被丧尸咬死也是活该。告诉你们，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还想英雄救美，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此刻林凡正站在门外，目光锁定到了被逼到角落里的苏珊珊，对方头上正顶着一个系统提示的绿色箭头，因此很好辨认。于是他想都没想，举起了手中的消防斧，便朝着宿舍门上的铁锁链砍了过去。珊珊，别做傻事，等着我，我来救你了。苏珊珊见到林凡竟然冒死来救她，心中满是激动，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只看了林凡一眼，就发现自己已经彻底的爱上了他，深深的沦陷了。但是很快他就注意到，不远处的丧尸被砍锁链的巨大声响给吸引了。林凡，快跑啊！丧尸马上来了，不用管我。没事儿。安抚完了苏珊珊，林凡便继续用消防斧砍楼门上的锁链。
冰丝甲能够免疫普通丧尸和普通变异兽的攻击，也正因如此，林凡才会如此这般的嚣张。丁，征服女神成功，爆率增加100%，当前爆率210%。爽！有了爆率加成的鼓励，林凡砍得更加卖力了，而吕刚三人此刻则是被吓坏了。刚哥，不能再让他砍了，这小子引来了足有上百只丧尸，宿舍门若是被砸开，丧尸冲进来，咱们也得死啊！林凡，我警告你，赶紧住手！吕刚也慌了，但是林凡根本就不理他，再一用力，直接砍断了一条锁链，接着马不停蹄的开始砍起了其他的。合着砍了半天才砍断了一根，还行，就他这速度，合着完全就是来找死的。林凡，活着不好吗？非要来这边送死？丧尸来了，我看你往哪儿逃！逃？哼，我干嘛要逃？说话间，林凡手上的消防斧片刻未歇，但是此刻上百头丧尸已经嘶叫着冲了过来，面目狰狞的朝着林凡撕咬而去。苏珊珊吓得不敢睁开眼，生怕看到林凡惨死的那一幕。然而下一秒钟，吕刚三人就满脸震惊的发现，丧尸锋利的爪子竟然被林凡身体外的白色护盾所抵挡，根本就无法伤他分毫。这怎么可能？很快，他的眼中就闪过了一抹贪婪之色。要是能得到林凡身上的护盾，在墓室岂不是无敌了？我得想办法把他引进来，还不能让这上百只丧尸进来。这样吧，林凡，你要不去旁边的宿舍，我给你放绳子，你从窗户爬进来，这样丧尸就进不来了。哎，你不是想救苏珊珊吗？你想啊，丧尸若是进来，你喜欢的苏珊珊肯定也要遭殃。此刻的林凡已经砍断了一大半的锁链，他看着吕刚的媚笑，就知道这货肯定没憋什么好屁。但是对方这个提议还真是不错呀，他不怕丧尸攻击，本想着砸开宿舍大门，杀完丧尸，再救着苏珊珊出来。也好，把绳子放下来吧。好。林凡顺着绳子爬上了宿舍，进去之后，他看到床上两名衣衫不整的女同学，不用想也知道这两个人刚刚经历了什么。但是重活一世，林凡可没有圣母心，也懒得多管这样的闲事。于是他径直来到了宿舍1楼大厅，找到苏珊珊，向他伸出了援手。跟我走吧。谢谢你，林凡。林凡，你也太天真了吧！进来了还想走，以为这是你家？林凡刚刚攥住苏珊珊柔软的小手，吕刚就手握一把锋利的砍刀，拦住了他的去路。砍刀上面还沾着血，张鹏、王涛也手持砍刀，一左一右站在吕刚的身旁。三人身后，数十名男同学手持木棍，将1楼大厅堵了个严实。哼，就凭你们也敢堵我？当然，你想走可以，只要把身上的宝物留下，我就放你离开。你也配？林凡懒得废话，他手持消防斧朝着吕刚冲去。冰丝甲不仅可以免疫丧尸和变异兽的攻击，还能够防御冷兵器的伤害。一起上！我就不信几十个人还打不过一个林凡。只要这小子死了，身上的宝物自然而然就是我的了。吕刚挥舞着砍刀，正要砍向林凡，地面突然爆裂开来，无数藤蔓钻出，一瞬之间捆绑了吕刚。其他人也全都被藤蔓缠绕，一动不动。林凡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回头看向了苏珊珊。林凡，快！藤蔓只能坚持10秒。厉害啊！看来我捡到宝了。林凡没有错失机会，手起斧落，鲜血流了一地。上一世他早已经杀人无数，再次杀人，心中毫无波澜。可是苏珊珊不同，第一次见到如此血腥的场面，他瞬间面色惨白。下一刻，他蹲在了地上，呕吐了起来。随着吕刚三人死去，捆绑众人的藤蔓一瞬之间消失了。你别杀我，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滚！你没事吧？我没事，只是有点……先不说这个了，林凡，宿舍每层都有类似吕刚这样的掌管者，我们怎么办？继续待在这儿？我带你走，去我那里。我在外面建了一个庇护所。好，可是外面丧尸这么多，我们怎么出去啊？林凡了解苏珊珊的担心，他有护盾，但是苏珊珊没有，一旦被丧尸抓伤，又没有特效药，那结局只能是死路一条。林凡笑而不语，在苏珊珊的惊呼声中，一把将其抱起，一瞬之间，冰丝甲的护盾将苏珊珊包裹在了其中。我也有护盾了，为什么？现在你明白了吧？不过等等我们出去的时候，你得紧紧抱着我，一旦掉下来，护盾就对你没效果了。若不是重活一世，
林凡也发现不了这冰丝甲的护盾能够共享，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两个人的肢体必须有亲密的接触。只是这样一来，他们之间就少不了关键部位的接触和摩擦。苏珊珊因为谨记着他的提醒，双手一直紧紧地搂着他的脖颈，生怕从他身上掉下来。松开一点，我都呼吸不上来了。苏珊珊立马羞红着脸松了点手。林凡抱着她向外走去。那人谁啊？身上发光这么牛，竟然敢在丧尸群中自由行走，好像还抱着了一个人。林凡啊，刚才还杀了1楼的吕刚几个人呢。林凡身上的护盾不怕丧尸，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会不会是杀丧尸爆的呀？很快，整个女生宿舍楼都知道林凡有一个不怕丧尸撕咬的无敌护盾，一些有野心的人已经开始谋划了。而此刻，林凡正抱着苏珊珊朝着小树林方向慢悠悠地走去，附近的丧尸也紧跟着林凡寸步不离。丧尸聚堆了，就现在！珊珊，放藤蔓捆住丧尸。很快，两个人配合着清理掉了尾随的丧尸，又收复了一个女神。林凡的爆率提升到了210。就在这个时候，他在几十件物品之中忽然看到了一个散发着微弱白光的圆球。又出货了！但是苏珊珊的注意力全都在地上的方便面火腿肠上，她已经快1天没有吃东西了。林凡，我能吃吗？回去让你吃个够，外面不安全。此刻清完丧尸的两个人来到了庇护所门前，冲着2楼呼喊了起来：思思，开门！是陈思思吗？苏珊珊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失落。当林凡从女生宿舍楼把她解救出来的那一刻，她就已经对林凡动心了。如今得知还有另外一个女生的存在，她也不免是有些吃醋的。同样满眼欢喜打开门的陈思思也对突然出现的苏珊珊充满了敌意。珊珊，你竟然没死！同为魔都大学校花的陈思思和苏珊珊一直都是对付的。你还活着，我怎么会死？打住啊！谁再吵就留在外面，跟丧尸过夜去了。林凡可不想现在就起内讧，于是他立刻打了个圆场，带着两个人捡完地上的剩余物资，便立刻回到庇护所紧锁铁门。林凡上了2楼，查到地板上分类摆放整齐的食物和水，干得不错啊！我的天，这么多物资啊！苏珊珊被地板上大量的食物和水惊到了。末世降临之后，所有食物和水都腐败变质，她都快1天没有吃东西了。苏珊珊看得直咽口水。林凡，我能吃吗？随便吃，管够。苏珊珊不顾吃相，大快朵颐了起来。饿死鬼投胎！林凡倒出满满的物资，陈思思跑过来认真规划着，而林凡则是独自来到了沙发上，拿出了刚爆出的白色圆球。末世物品等级由低到高为稀有、传说、史诗。这种白色圆球能随机开出各类物品，例如治疗丧尸抓伤的特效药、装备等。其中最好的装备便是冰丝甲，虽说已经有了，但好东西不嫌多，希望能再给我开出一个。开！特效药啊，也行吧。1瓶特效药有10片，10片相当于保10次命。短时间内，我倒是不用担心思思和珊珊被抓伤了。苏珊珊吃饱喝足，来到了林凡的身边，尝试去搂林凡的胳膊，但是可惜的是，林凡身上有护盾，无法靠近。苏珊珊很清楚，庇护所内不止她一个异性，还有陈思思在，所以她想主动一点，成为林凡的女人，趁早现身，将他们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林凡，你这护盾能关吗？可以关。林凡脱下了冰丝甲，没有了冰丝甲，林凡身上的护盾瞬间消失。苏珊珊盯着冰丝甲，目光惊奇。没想到抵御丧尸的护盾竟然是一件衣服，好神奇！我能看看吗？可以，想试的话，你穿上试试。林峰随手将冰丝甲递给了苏珊珊，自己有天赋媚眼在，苏珊珊对自己肯定是100%的忠诚。谢谢。晚上你们2个一组，我一组，我们3个轮流站岗。晚上站岗干嘛？林凡，你是不是嫌弃我吗？林凡，你来救我的时候，吕刚他们几个人没有得逞，我的在，不信你现在可以验。我也是，你可以验的，我这就给你看。重新拿了一把消防斧，朝1楼走去。陈思思和苏珊珊也急忙跟着。你们俩小心一点，就待在1楼别出去。我等会儿去把丧尸引过来杀，到时候你们把爆出来的物资捡进来就行。嘱咐好了一切，林凡来到了门前，一夜过去，门外聚集了上百只的丧尸和变异兽。林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很快将门外的丧尸和变异兽挤至无尽。林凡扫视了一圈，在成堆的物资之中，再次看到一个发光的圆球。爆率高就是好啊！才杀了100多只丧尸就爆了一个圆球，太爽了！
出来打扫战利品了。在陈思思和苏珊珊打扫战利品的时候，林凡在沙发上拧开了圆球，一瞬之间，白光过后，一把匕首出现在了林凡的手中。武器，武器是装备之中最难出的，上世林凡哪怕到死都没有从圆球之中开出过一个武器。看到上面有一行小字：嗜血匕首，削铁如泥，破洞秒杀普通丧尸和变异兽，级别天有。秒杀普通丧尸和变异兽，岂不是说只要匕首触碰到丧尸，不一定是致命要害也能击杀丧尸？有了这个，再配合冰丝甲，嘿嘿，我无敌了！林凡，我们整理完了，好多物资啊，这些食物和水完全够我们过1个星期的富裕生活了。是啊，但是林凡，每次都是你自己在前面杀丧尸，我们在后面划水，可我们也不想一直当花瓶啊。就是林凡，带着我们呗。也对啊，末世残酷，后期更是艰辛，也不能一直把他们当成温室的花朵呵护起来。反正昨天爆了一瓶特效药，就算被抓伤了也没事。好，那就一起吧，但一定要听我指挥，紧跟着我。严肃叮嘱了一番，林凡三人离开了庇护所，苏珊珊和陈思思紧跟在了林凡的身后。林凡想体验一下这把嗜血匕首的强大，也不等着丧尸冲过来，就朝着丧尸群奔袭而去，一个照面就斩断了丧尸锋利的爪子，丧尸直接死亡，身体消失。这就是秒杀的感觉吗？爽！于是林凡就展开了单方面的鼓掌，陈思思和苏珊珊都看傻了眼了，他们还想着找一个落单的丧尸练练手，可是丧尸还不够林凡一个人杀的，这也太没体验感了。林凡，你能不能给我和珊珊留一只练练手啊？是啊。行，先捡物资吧。迅速收拾完战场，林凡继续带着陈思思和苏珊珊向前走去。就在这时，远处一阵又一阵的惨叫声吸引了三人的注意。林凡，听起来好可怜啊，要不我们去救他们吧？你想救你去，我没空。末世最不能有的就是圣母心，不然害人害己。林凡，那你昨天为什么要救我？你和他们不一样。这么说，我在你心里还是有点分量的。可以这么认为。陈思思看着苏珊珊和林凡打情骂俏，她嘟着嘴，心中委屈极了。怎么办？林凡不会因此厌恶我，慢慢不要我了吧？可是我该怎么挽回在林凡心中的形象呢？快想个办法啊，死蛋呢！此刻又有一波丧尸感应到了林凡等人的气息，嘶吼着朝着林凡三人冲了过来。想到之前陈思思想要一直练练手，林凡便是故意放了一只丧尸过去，但是此刻陈思思在发呆，压根就没有意识到危机已然降临。小心！林凡慌忙提醒，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陈思思抬头见到出来的丧尸时，本能反应竟然不是逃跑，而是急忙双手抱头蹲在地上等死。这样只能持续10秒钟，思思，快动手！陈思思从慌乱之中回过神来，这才注意到丧尸被捆成了粽子。顾不得多想，陈思思立刻释放了自己的天赋火球。乒乓球大小的火球砸中了丧尸，丧尸瞬间连同藤蔓化作了灰烬。思思，你也有天赋啊？所以刚才捆绑丧尸的藤蔓是你放的？对啊，谢谢你啊，珊珊。哎呀，客气了。以后咱们互帮互助。有了这次险中求生的经历，二人之间的嫌隙也在悄然变小。这时，林凡焦急地跑了过来。陈思思看着林凡脸上的担忧，本以为会得到安慰。蠢货，以后哪怕是逃跑也别蹲下，这和送死没什么区别。林凡，你要是嫌弃我想赶我走就直说，干嘛这样对我？你今天犯了2个致命错误。第一，末世最不该有圣母心，想存活下来只能靠自己。别人能帮你一时，帮不了你一世。第二，就是你刚才蹲下的动作和送死有什么区别？这些致命错误，你要是再不改，只会害了你。说罢，林凡便转身离去，干净利索。林凡！陈思思见林凡决然离去，没等他，顿时就心里发慌了，也顾不得擦拭眼角的泪水，就着急忙慌地追了上去。而苏珊珊也很是时候的把他拉到了自己的身边。思思，我觉得林凡说的有道理，别人的死活关我们屁事。我知道了。我会记住的。医务室，距离林凡200米的医务室内，刘洋从怀中拿出来仅剩半瓶的矿泉水，一口就喝了进去。刘哥，你能让我喝一口吗？就一小口。一口矿泉水就可以让女人跪舔，我可太喜欢这个末世了。却见窗外有个浑身发光的人，正独自在丧尸群中占撸丧尸。靠！这还是人吗？这他妈是开挂了吧？张丽丽等人被刘洋的惊呼声吸引，他们顺着刘洋的目光看去，顿时就傻了眼。只见林凡周围的地上掉满了大量的物资，
话音未落，张丽丽已经连滚带爬朝着林凡的方向冲了过去。林凡，陈思思，求求你们给我们点吃的吧！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林凡回头看去，发现全都是熟人，他面无表情。重活一世，林凡早就没有了圣母心。林凡，我想杀了他们。哦，蜕变得这么快？不久前还圣母心泛滥想救人，现在竟然要杀人。殊不知是陈思思认出了张丽丽等人，他们正是末世降临前驱赶他的人。于是他的火气瞬间涌了上来。思思，怎么说咱们也是同班同学，你背包那么多食物，给我们分点怎么了？干嘛那么小气啊？就是呀，思思，分给我们点吧，我们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刚才离得远，张丽丽四人并没有听见林凡和陈思思的交流。动手吧，速战速决，我们好早点回去。林凡，我厉害吧？厉害，这下心思通透了吧？思思，你太棒了，再厉害也没有凡哥厉害。与此同时，医务室内，刘洋躲在角落，早就已经被吓傻了。另一边，林凡等人已经回到了庇护所，但是刚穿过小树林，林凡就察觉庇护所的铁门有异样。小心，好像有人闯进去了。林凡来到了门前，就这么三下五除二斩断了里面锁门的钢板，然后率先冲了进去。一眼扫去，一楼没人，二楼却不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想都没想就冲了上去，却和不速之客撞了个满怀。你怎么进来的？是你？此人正是和陈思思、苏珊珊并称为魔都四大校花之一的楚潇潇。你是怎么突破丧尸包围圈来到这里的？哼，不告诉你。身上没护盾，没穿冰丝甲，却能安然无恙的突破丧尸重围，霸占我的庇护所，这不应该呀！楚潇潇不回答，便是转头捡起了地上的物资，毫不客气的大快朵颐了起来。楚潇潇，你要不要脸啊？偷吃我们的东西，这里不欢迎你，赶紧走！奇怪，暴力系统怎么没反应啊？楚潇潇应该也是女神啊！对，忘记对视了。林凡立刻走到了楚潇潇跟前，跟其对视。果然，系统音如约而至。丁，征服女神成功，爆率增加100%，当前爆率310%。爽！今天真是走运，白捡个女神。此刻天赋魅眼生效了，他发现不知为何自己只是跟林凡对视了一眼，就无可救药的爱上了他。楚潇潇，你也吃不少东西了，赶紧走吧，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要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我不走，房间内这么多吃的，安全还要保证。外边危机重重，全是丧尸，傻子才走呢。你要不要脸啊？就是没脸没皮，脸又不能当饭吃，要脸干嘛？再说了，要赶我走，也得林凡说了算。行了，楚潇潇就留下吧。楚潇潇可是系统认证过的女神，影响着爆率。女神一旦死了，相应增加的爆率也会扣除，当然留在身边才最放心了。林凡开口了，陈思思和苏珊珊虽嘟着嘴有点不高兴，但是也不能反驳。被同意收留的楚潇潇此刻心中也是颇为感激，刚准备起身去感谢，却突然身子一歪倒在了地上。林凡很快发现他的背上有一道深可见骨的撕裂伤。你被丧尸抓伤了。这一幕林凡上一世见的太多了，只看了一眼便看出了其症状，一日内若是不服用特效药就会暴毙死亡的。我剩余的时间不多了，想当个饱死鬼，别赶我走，等我死了，你们把我丢出去就好了。潇潇，陈思思和苏珊珊顿时没有了刚才的敌意，心中有些同情起了楚潇潇。林凡则是掏出了昨天刚爆出来的特效药，递了一片过去。哼，狗男人，这么珍贵的特效药说给就给，果然是看上了楚潇潇，以我和思思还不够吗？男人怎么都是这个死德行？是特效药。末世来临之前，天空之中的画卷展示过特效药，还公布了特效药的爆率是1/1000。原本不抱任何希望的楚潇潇急急忙忙接过药片，并且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他后背的伤口居然在一瞬之间消失不见了。好神奇啊，林凡，谢谢你，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我操！楚潇潇上手就开始扯衣领、解扣子，他甚至没有在意陈思思和苏珊珊就在身旁。先穿上。你先回答我个问题，你是怎么突破丧尸包围圈来到这里的？啊，这件事很重要吗？比一个鲜活的校花对你的吸引力还大？真是个直男。末世降临前，
我和300多个人躲在学校餐厅，本想着靠囤积的食物先躲1个月再说，但谁也没想到，末世降临的那一刻，食物竟然全都腐败变质无法食用。我忍饥挨饿了1天，再加上餐厅里那些男生畜生都不如，我实在受不了，就偷偷打开了铁大门，放丧尸进来。本来我躲在一边好好的，正在看热闹，结果被一个体型大1倍的丧尸偷袭受伤。为了保命，我就赶紧逃了，慌不择路到了这里。不是，餐厅那边的人都死了，就你一个人活着，丧尸那么多，你是靠啥活下来的？啊，你说这个呀，我给你展示一下。楚潇潇意念一动，一个金色的护盾瞬间包裹住了全身。这是我的天赋护盾，能够免疫普通丧尸和普通变异兽攻击，持续10分钟，1天能用10次。原来如此，不对啊，如果有护盾能免疫普通丧尸和变异兽抓伤，那他是怎么受伤的？他说是被一个体型大1倍的丧尸偷袭了，这么快就有1阶丧尸了。林凡双眼冒光，心跳加速，击杀1阶丧尸，可是有几率爆出空间戒指的。一旦爆出空间戒指，短时间内就不用担心物资储存的问题了。我一个人出去一趟，你们3个在庇护所内别乱跑，别吵架。交代完毕，林凡不等陈思思等人答复，就匆忙离开，朝着学校餐厅赶去。抵达学校餐厅，躲在了一处角落里，暗中观察着。冰4甲只能抵挡普通丧尸攻击，无法抵挡1阶丧尸攻击，我还是得小心行事。餐厅中央，一只体型2.5米的丧尸格外显眼。林凡观察几分钟，发现周围一只普通丧尸都没有，这才放下了心来。于是林凡不再犹豫，手持嗜血匕首，快速的朝着1阶丧尸就冲了过去。1阶丧尸发现林凡死亡之后，林凡抓住机会硬防这一击，而后嗜血匕首果断落下，干脆利落斩断了他的脖颈。1阶丧尸死去，地上留下了4件物品，其中有一枚散发着微弱的绿光的戒指。哎，真的爆了！怀揣着激动的心情，林凡意念一动，地上爆出的生存物资瞬间消失不见，自动存入到了空间戒指之中。还好有特效药，不然今天还真不敢硬刚1阶丧尸。毕竟冰4甲在这大家伙面前就和纸糊的一样。林凡苦笑，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的爆率高，运气好，不仅装备齐全，还有特效药，不然此次自己铁定是凶多吉少。林凡便准备离去，但是就在此时，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顿时引起了他的警觉。哎呀，快点啊！我亲眼看到林凡来这里了，餐厅里可是有一只大丧尸，说不定林凡已经被丧尸干死了。等等我引走大丧尸，你们去捡东西。我可告诉你们，手快有手慢无，谁先抢到林凡身上的宝物就是谁的。刘洋带着一群人手持锋利砍刀迅速冲了进来，只见此刻的餐厅内一片的狼藉。刘洋满脸的问号，正在疑惑着丧尸去哪儿了。这时猛然见到林凡居然完好无损的朝他走了过来。林凡，你没死啊？这林凡把大丧尸杀了！我的天哪！看我没事，你似乎不是很高兴啊？就那么想我死的？没有。刘洋很是惶恐，但是他身后的那群人却贪婪地看着林凡身上的护盾，尤其是一名手持砍刀的黄毛，神情简直是格外的嚣张。林凡，留下你身上的宝物，我们可以放你一条狗命。智障，嫌命长了吧？刘洋怕被牵连，连忙跪地求饶。凡哥，我跟他们可没关系啊，你杀他们就行了。我一直崇拜你，只想当你小弟，求你收下我吧。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哟，有前途。于是林凡绕过刘洋，也不废话，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手中锋利的嗜血匕首瞬间就划破了黄毛的脖颈，一刀封喉。逃！快逃！林凡的心狠手辣瞬间震慑住了这群乌合之众，众人瞬间没有了斗志，急忙逃离。林凡并没有去追赶，而是走到了刘洋的跟前。此刻的他萌生出了要收个小弟的想法，也不能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未来想要过得舒坦，还是得小弟多。这样吧，给你3天时间证明你的能力，若是能让我满意，我就收下你。为了给刘洋一些动力，林凡意念一动，几样生存物资出现在了自己的手中。林凡随手扔在了地上，刘洋看着地上的物资，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这些是给我的？拿着吧，别让我失望。放心吧，凡哥，我一定能证明自己的能力，成为你的小弟。目送林凡离去，刘洋心中暗自下了决定。末世这2天，刘洋深刻地意识到，必须要依附一个强大的人，才能苟活下去。凡哥，等我，我一定能做到。
魔都大学操场中间，一个椭圆形的时空裂缝散发着七彩光芒，格外的显眼。林凡从学校餐厅离开之后，就直接来到了这里。相对于到处去寻找零星散落的丧尸来说，堵着裂缝杀才是最好又最快的方法。距离末世第一波市潮不足5天时间，我必须在剩余时间内给陈思思3名女神一人烧出一件冰丝甲，这样才能保证她们轻松抗过第一波市潮。林凡开启了无敌战神模式，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记不清自己杀了多少只的丧尸，直到100立方米的空间戒指被装满了一半，而发光的圆球爆了28个，他这才收手。这些物资啊，够我们过3个月的富裕生活了，还有28个圆球。爽，回去开盲盒喽！在2楼的阳台上，陈思思3女四处张望，面色焦急。3人很是担心林凡。林凡已经出去4个多小时了，马上天都要黑了，到现在他都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吧？呸，别瞎说，要不我们出去找找林凡吧？算了吧，林凡让我们在庇护所等，我们还是老实待着吧，就别给他添乱了。就在这时，不远处一个人影出现，浑身上下包裹着布盾，在昏暗的夜色之中显得格外的显眼。啊，林凡回来了！3人急忙争先恐后的下楼去迎接。林凡，你去哪儿了？这么久，我们还以为你不要我们了呢。怎么可能？我是去给你们刷好东西了。走，上楼，一起开盲盒。陈思思3人满脑子问号，身处末世，物资稀缺，吃喝都不够，又哪里来的盲盒呢？但是林凡没有过多的解释，带着3人来到了2楼。紧接着他意念一动，28个发光的球就这么凭空出现在了地上。林凡，你会变魔术啊？这么多，这是什么东西啊？林凡，你也太厉害了吧！3名女神瞬间变成了迷妹，陈思思更是觉得自己幸福的要晕过去了。这就是我说的盲盒，打开能随机获得物品，最好的是特效药、冰丝甲、嗜血匕首，最差呢就是吃的喝的。你们开吧，能开出什么就看你们的手气了。3名女神闻言，瞬间满怀期待的各自拿着一个发光的圆球，她们也想开出一件冰丝甲，这样有了保障，就不会再成为累赘了。3个小女孩每人开了3个球，结果什么都没爆出来，只爆了一地的食物。凡哥，要不你来开吧，给我们开太浪费了。嗨，继续开吧，不用担心浪费，大不了我明天再杀丧尸接着爆就好了。 3人又一人拿起了一个，白光闪过，每人手上都出现了一件冰丝甲。好吧，林凡你真好啊！这是冰丝甲，我操，一发入魂！没想到刚说完，他们就一人开了一件出来。有了冰丝甲，3人的安全得到了极大的保障，起码也不用担心普通丧尸和普通变异兽的撕咬了。林凡，谢谢你，看来是你把好运传给了我们。 3人都有冰丝甲了，这样一来，明天就不用继续杀丧尸了，可以提前进行下一个计划了，整顿魔都大学，组建我自己的势力。当初之所以选择在魔都大学搭建庇护所，林凡一是看中了学校操场的时空裂缝，二是看中了大学生素质高、心眼少，很容易被收服。林凡，盲盒全开完了，可是我们仨还是运气太差了，只开出了3瓶特效药，剩下的全都是食物和水。不过还有一把奇怪的弓，就是没有弓弦。弓？林凡接过了无弦弓，低头查看了起来。爆炸裂弓，填充晶体发射，威力取决于晶体等阶，最远射程100米，伤害范围直径10米，史诗级物品。果然是爆炸裂弓。林凡可太知道这把弓的威力了，群弓远程武器极其稀少，只要有晶体就可以无限输出。在上一世，林凡在一次丧尸潮中亲眼看到敌人手握爆炸裂弓，独当一面，抵御受潮。没想到爆炸裂弓竟然是圆球盲盒开出来的，哎，就是可惜啊。等第一波市潮过后，杀丧尸才能爆出晶体。这弓我要了，以后有好的武器我再给你们。林凡，这些圆球盲盒本来就是你的，开出来的东西当然属于你了。就是，你能给我们一处容身之所，还让我们不愁吃喝，我们就已经很感激了。更别说你现在还给了我们一人一件冰丝甲。那我就不客气了。就在这时，林凡意念一动，将爆炸裂弓收进了储物戒指。林凡，你手上的弓呢？怎么突然没了？放空间戒指里了，很方便。以后给你每搞一个。说着，林凡意念一动，消失的爆炸裂弓又重新出现。陈思思3人瞬间瞪大了自己的眼睛。这么神奇，你哪儿搞来的？餐厅，那只大丧尸爆的。天哪，你把他给杀了！林凡，你也太厉害了。外面已经天黑了，睡觉吧。今晚轮流站岗，陈思思和苏珊珊一组，我和楚潇潇一组。说完，陈思思和苏珊珊离去站岗，房间里只剩下林凡和楚潇潇了。2人上床准备睡觉，林凡刚盖好被子，闭上眼睛，顿时就感觉一具滚烫的躯体贴了上来。林凡，你想吗？
要不我们两个趁现在……不想睡觉。一阶丧尸的出现给林凡提了一个醒，他还不够无敌，不到近女色的时候，一时爽和一世爽他还是能分得清的。楚潇潇无语看着转头就打起呼噜的林凡，他都如此直白了，却还是被拒绝了。这个林凡还真是和他见过的男生不一样啊！一夜过去平安无事。林凡醒来时天已经亮了。昨晚你们怎么没叫我站岗啊？看你太累了就没叫你，你休息好才能养我们。就是啊，以后我们3个人站岗，你安心睡就好了。那就辛苦你们了。林凡倍感欣慰的同时，心中涌出了一股暖流，将早餐风卷残云一般的吃完，林凡便开始做出门的准备。一旁3人目光期待的看着他。林凡，今天我们是不是就能跟你一起去杀丧尸了？当然。林凡顿时一念一动，将房间内存放的物品和生存物资全部收入到空间戒指之中。随后他大手一挥，3个人出了门了。多丧尸啊！没想到一夜过去就聚集了这么多，足有上百只了吧？啊，这些就给你们练手了。记住啊，别用天赋，用消防斧杀，近战才最锻炼人。好，思思，咱们3个比一下吧，看谁杀的丧尸多。林凡双手叉腰，充当起了裁判。20分钟之后，上百只丧尸死伤殆尽，3个人更是累到气喘吁吁，地上的物资却是寥寥几个。我们杀了也有上百只丧尸了吧？怎么才搬了10件物品啊？就是啊，林凡，跟你相比，我们的爆率也太惨不忍睹了。已经很不错了，走吧，咱们去宿舍区看看。林凡很想看看，经过昨天一夜，刘洋有没有达到他的条件。顺便也整顿一下宿舍区，林凡在距离女生宿舍楼还有10米左右的地方停下了自己的脚步。上一世多年的末世生存经验让他察觉出了氛围不对。林凡，怎么不走了？就在这时，女生宿舍楼内突然跑出了大量浑身浴血的大学生，男男女女都有，大约有上百人，整齐的站成了2排，好像在欢迎谁。刘洋一脸谄媚来到了林凡的跟前，在上百名学生诧异的注视下，也不在乎自己的脸面了，直接一个滑跪来到了林凡的面前。老大，我能力还行吧，不资格当你小弟嘛。昨天看这家伙心狠手辣，才同意跟他的，没想到他说的带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就是当别人小弟的小弟。这一幕引起了小弟们的震撼，在纷纷的议论声中，陈思思3人眼神崇拜，一个照面就能让掌管上百小弟的刘洋心甘情愿当小弟。起来吧，以后你就是我的小弟了。谢老大收留。能屈能伸，会审时度势，不在乎世俗目光，是个好苗子。老大，需要我们做什么？你一句令下，就算让我们上刀山下火海，都绝不眨眼。走，先跟我去隔壁2号楼。林凡率先朝着隔壁楼走去。今天他来这里就是要统一魔都大学势力，为他所用。最快的办法就是直接征服像刘洋这样的小势力头领，然后再进行整体的收编。此刻2号楼前就聚集了上百只的丧尸，他们在感应到林凡一行人之后，便是迅速调转方向，嘶吼着朝着林凡等人冲了过来。思思，你们3个注意清理漏掉的丧尸，其他交给我。接着林凡不退反进，顶着护盾，手持嗜血匕首冲入到了丧尸群中，开始割草式的大开杀戒。身后的刘洋等人在目睹了林凡这恐怖的屠杀速度和变态的暴力之后，满脸的震惊之色。刘哥，我们这些天也不少杀丧尸，暴率却低得可怜。尤其刘哥你杀几十只都不爆1件物资，怎么林凡老大每杀1只就爆好几件东西？这区别也太大了吧！哎呀，还他妈拿我比上了，就我配凡哥比吗？这回知道我为啥带你们投靠凡哥了吧？知道为啥我说信我能吃香的喝辣的了吧？知道了，老大英明。与此同时，2号宿舍楼内一直在坐山观虎斗的2号楼统领张德利和其他小弟们也全都愣住了。老大，林凡和我们是一个模式吗？他开挂了吧？这他妈还让不让人活了？尤其是见到林凡这超高的爆率之后，张德利等人就更加怀疑人生了。老大，丧尸快死光了，我们都饿了几天了，反正咱们人多，要不下去抢了他们？听着小弟的提议，张德利眼神之中也闪过了一丝贪婪。接着他命人快速打开楼门锁，便是领着一大帮小弟冲下楼。老大，有人要来抢东西。看到了，珊珊，困住他们。是。于是等张大力等人靠近之后，苏珊珊瞬间释放了自己的天赋缠绕，将张大力等人捆绑在了原地一动不动。此时张大力等人是又怕又懵，疯狂挣扎。他们以为林凡就足够变态了，没想到林凡身边的女人也都同样的变态。刘洋，过来捡东西，地上这些都赏你了。
谢谢老大，我刘洋日后必为老大肝脑涂地。末世收买人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奖励食物和水。刘洋那群人嘴巴干裂，面黄肌瘦，明显是2天都没有进食了。我曾经和你们说过，跟着我刘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我一口肉吃，就有你们一口喝的。现在老大将这300余件物资奖赏给我，我也一定不会亏待兄弟们啊！过来排队，1人捡2样，记住不许抢。谢谢老大，谢谢刘哥，不错啊，没独吞，而是选择分享，还真有当小保姆的潜力。目前看来，这小弟收对了。另一边，张大力等人也满脸羡慕嫉妒地看着刘洋等人。突然之间，张大力灵光一闪：樊哥，我能加入你们吗？就跟刘洋一样。妈的，末世降临这2天，老子就喝了半瓶矿泉水，吃了半袋方便面，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林凡见张大力上钩了，嘴角微微上扬。当然可以加入，不过你们只能跟着刘洋，当刘洋的手下，愿意就留下，不愿意可以走了。林凡也不急，只是把玩着嗜血匕首。招人入伙的确是当务之急，但是也不意味着谁都能够当他的小弟。张大力很犹豫，跟着林凡他能接受，但是成为刘洋的小弟，这不就是妥妥的低人一等吗？却没想到，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身后的那些小弟们却是一拥而上，化身为磕头虫了。我们愿意，你们算了，我也愿意。刘洋、张大力这群人以后就交给你了，发挥你的管理才能，好好管。谢谢老大。哎呀，樊哥对我也太好了，幸亏我最先做了樊哥的小弟，没去留恋老大的位置，不然我也不能有如今这地位啊！这简直就是我刘洋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情。为了拉拢人心，刘洋安排人把刚才剩余的100多件物资分给了新加入的张大力等人。毕竟人活着才会有利用价值。看着狼吞虎咽如同难民的众人，后方的陈思思3女对视了，即使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庆幸。幸亏我们遇到了林凡，才挨过1天饿，1天3餐样样不少，还变着花样吃，过得简直是神仙生活。就在这时，远处的巨大嘶吼声吸引了众人的注意。一只身高2米、体型1米长里的变异野猪，在感应到林凡等人之后，发疯似的奔袭而来。林凡，你别出手，这只变异野猪交给我，我想试试。思思，你确定？这可不是普通的变异兽。依照林凡上一世的经验来看，这只体型异常的变异野猪明显是1阶变异兽。1阶变异兽可和1阶丧尸截然不同。1阶丧尸没有脑子，但是1阶变异兽可是有点智商的。现在的林凡都没有信心可以单杀1阶变异兽，而陈思思竟然是有勇气来单挑的。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这不就是一只体型稍大的变异野猪吗？搞这么严肃干嘛？我的火球能抹杀一切普通变异兽，乖乖躺好吧，让本小姐养眼。于是不等林凡回答，在变异野猪即将靠近之时，陈思思立马使用了天赋火球。就在陈思思以为天赋火球能够将其秒杀的时候，意外突生，火球只是把1阶变异野猪身上的毛烧焦了一点，但是却并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小心！好在此刻林凡距离陈思思最近，立刻扑上去用力推开了陈思思，手中的嗜血匕首奋力地朝着冲来的变异野猪就刺了去。但是与此同时，一股足以粉碎一切的巨力也倾泻到了林凡的身上，将其瞬间撞飞到了宿舍楼外的草坪之上。老大，我没事，幸亏摔在泥土上了，不然真得断几根骨头。哎，这畜生可真够皮糙肉厚的啊！这就是变异兽比变异丧尸难缠的地方。由于其本体的动物属性会存在一定的特性加成，比如野猪的特点就是皮厚。老大小心！就在此刻，被激怒的变异野猪再次嘶吼着朝着林凡撞来。林凡正准备翻身躲开，却不想在变异野猪即将到来的时候，刘洋却挡到了他的身前。身上，往前绕！苏珊珊也立刻回过了神来，眼疾手快释放了天赋，一瞬之间将1阶变异野猪捆成了一个垛子。但可惜苏珊珊还是释放的晚了1秒，刘洋胳膊被1阶变异野猪锋利的爪子给抓伤。顾不上关心刘洋的伤情，林凡趁着1阶变异野猪无法动弹，尽情的出击，刀刀命中要害，在藤蔓尚没有消失前将其给格杀。这小子能处啊，若不是他帮我挡了一下，恐怕还得遭点罪才能杀了那畜生。哎呦，老大，你没事就好，只是我以后还是无法当你小弟了。若有来生，我还想当你小弟。哎，别煽情了，下辈子啥呀，我死不了。林凡一念一动，一瓶特效药出现在了手中。老大，你拿这么珍贵的特效药救我，我行了，以后客气话不用多说，都是自己人。还有这3头猪，就交给你分配了，吃饱了多磨练磨练手下。
谢谢老大。林凡空间戒指内存放着大量各种的猪肉，因此分配起来一点都不心疼。更何况，就凭刚才刘洋帮他抵挡的一次伤害，就值得奖励。接下来你们就别跟着我了，就待在女生宿舍区附近活动。好的，老大。老大慢走，有事您随时叫我，小弟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林凡没让刘洋等人继续跟随，普通人跟着也帮不上忙，而且若是再遇到一阶丧尸或者是一阶变异兽，只会徒增伤亡。离开之后，林凡带着陈思思三女朝着男生宿舍区走去。就在林凡距离他们男生宿舍楼还有500米的时候，系统的提示音再一次响起。叮，附近发现女神。系统提示音消失，绿色箭头指引着女神所在的方向，这是男生1号宿舍楼。珊珊，附近的丧尸先不清理了，直接去男生1号宿舍楼。好，都怪我刚才盲目自信，挑衅一阶变异野猪，才害得林凡被撞飞。好在他最后没出事。此刻就在众人即将抵达男生宿舍1号楼的时候，1号楼门前上百只的丧尸突然之间全部死亡，10几件物品全部掉落在地上。一名身穿 JK 的女子快速的跑出宿舍楼捡起，然后又匆忙的回到宿舍内。绿色箭头，她就是系统认定的女神。林凡，那不是校花江彤彤吗？她好厉害啊！确实，能瞬秒数百丧尸，看来她也有天赋，而且觉醒的天赋应该并不普通。走，过去看看。陈思思三人望着江彤彤离开的方向，眼神之中露出了艳羡的神色。一次就可以秒杀上百只的丧尸，这可比他们强太多了。1号宿舍楼一间干净的宿舍内，江彤彤吃着刚抱起来的食物，满心的欢喜。就在他守在窗边观察楼下的动静时，注意到朝这边跑来的林凡等人，顿时也跟着皱起了眉来。林凡等人身上包裹着我从未见过的护盾，而且不怕丧尸攻击，像是不太好惹的样子。但他们来这边干嘛？林凡，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们走吧，去别处。下来见个面，聊几句我们就走。宿舍楼内全是白骨尸体，周围还格外安静，怕是整栋宿舍里的人全都被江彤彤给杀了。这女人是个杀胚呀！林凡，你身边有3个校花还不知足吗？别来招惹我，你走吧。末世降临之后，江彤彤见过太多人性的恶，好在他在末世降临前的那一刻激活了自己的天赋群毒，这才躲过了一劫。不行，不下来跟我对视，就触发不了天赋媚眼了。走，咱们先悄悄地摸上楼去。就在江彤彤愣神之际，林凡带着陈思思三人悄悄摸上了2楼。经过了一番搜查之后，林凡发现了校花江彤彤藏身的宿舍。思思，我记得末世前你和江彤彤关系不错，你去叫门。彤彤，开门，我是思思啊。你们怎么进来的？赶紧出去，不然我放毒了。Hello， 美女，看这里。就在陈思思引起江彤彤注意，两个人隔窗交流时，林凡趁机窜出，透过宿舍门上的小玻璃窗和校花江彤彤强行对视。叮，征服女神成功，爆率增加100%，当前爆率410%。天赋媚眼就是好使。开门吧，彤彤。好。陈思思三人看着变脸如此快的江彤彤，惊讶的嘴巴都可以塞下一整个鸡蛋。上一秒江彤彤还要放毒杀了他们。说说吧，这栋楼的人呢？都去哪儿了？都被我杀了。江彤彤也不知为何，此时此刻对林凡有了一种莫名的信任感。陈思思三人听到之后，顿时倒抽了一口凉气。林凡眼皮子也跟着跳了跳。仅从1楼和2楼的尸骨数量来看，江彤彤杀的人就有上百个了。上一世我记得魔都大全有2个传奇人物，一个是火焰女神陈思思，另一个则是号称毒后的神秘人。如此看来，她就是毒后了。彤彤，以后我们就一起行动吧，有个伴儿方便照应。好。林凡还真是滥情，见一个爱一个，好像还只爱女神。哼，大猪蹄子。就在几人准备离开的时候，楼下突然响起了大量的脚步声，伴随而来的还有一阵怒吼：快，趁着门开了，一起杀了江彤彤那个女魔头！领头的王双手持着砍刀，带着一群人迅速的冲上2楼，直奔江彤彤的宿舍而去。趁我没发火前，赶紧滚！林凡，你知不知道江彤彤杀了多少人？我们这群人的朋友兄弟都死在了他手里。我之前观察过，他的毒一天只能用10次，今天他已经用完最后1次了，正是脆弱的时候。
江彤彤听到王双将他的底牌摸得如此清楚，他整个人顿时就慌了。林凡，你不会不管我吧？放心吧，有我在，没人能伤得了你。你真好。林凡，咱们都是有天赋的人，何必相互为难？只要你我二人联手，几乎整个魔都大学咱俩说了算。我记得上一世有人说过，击杀天赋之人有很低概率能爆出一种叫天赋石的东西，普通人服用能随机得到一个天赋，天赋之人服用可以直接晋升天赋。如今我的爆率高达410%，要是杀了这王双，说不定能爆出天赋石啊！林凡甚至懒得废话，一言不合就是手持嗜血匕首，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剑封喉，杀了王双，尸体瞬间消失，仅留下了一个闪闪发光的蓝色晶体。我操，真爆了！王双的小兄弟见到老大死了，瞬间就慌了神了。竟在林凡弯腰捡天赋石的时候，想趁机用砍刀偷袭，可惜林凡身体外有护盾，那砍刀根本就砍不下去。陈思思见状瞬间一手一个火球飞向了偷袭林凡的人，那两个人也瞬间化为了灰烬。凡哥，我去追。算了，思思，穷寇莫追，说不定附近还有像王双这样的天赋之人，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总之，不能太浪，时刻警惕才是末世的生存之道。林凡，谢谢你保护我。不必客气，以后我们就是自己人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话说林凡，王双死后掉落的那个晶体是什么呀？天赋石，击杀天赋之人有概率掉落，普通人服用随机得到天赋，天赋之人服用晋升天赋。哇，这么厉害！林凡，那你快服用吧。我的天赋不能升级，吃了也没用，所以还是从你们4人中挑选一个吧。但是选谁呢？林凡说在我们4个中选，那就是说，思思你们也有天赋？我的天，什么时候天赋跟大白菜一样随处可见了？怎么就允许你有，不能我们有啊？瞧不起谁啊？打住啊！思思，天赋值就给你了，你现在服用了吧。林凡并不是随意分配，陈思思的天赋火球晋升之后威力强大，可是结果却是被陈思思给误会了。一定是因为林凡格外喜欢我，才把这么珍贵的天赋石给我用。谢谢你啊，领导。结果天赋石的时候，眼神都快拉丝了，而后他便将其一口吞下，瞬间陈思思脑海之中多了一些不属于他的记忆。天赋火球晋升为火墙，释放后10米范围内形成一片持续燃烧的火焰，持续10分钟，能够秒杀普通丧尸和普通变异兽，每天可以使用20次。思思，用得着这么激动吗？当然了，我给你们展示一下。陈思思来到了宿舍阳台，玉手一挥，一瞬之间1号男生宿舍楼外燃起了熊熊烈火，范围覆盖足有10米，犹如是一堵巨型的城墙。不是，思思，我记得你之前的天赋不就是个乒乓球大小的火球吗？现在不仅变成火海了，而且持续时间还更长了。这都得感谢凡哥。凡哥，我们也想要。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林凡，要不我们去外边杀人吧，专杀天赋值，多搞点天赋石。那样走吧，凡哥，我们人人都有天赋，就厉害，看谁不顺眼就杀谁。果然学好3年，学坏1分钟啊！只是进来一个杀妹，一个个的杀戏你就这么整了？现在出去可以，但若是遇到一群早上那种1阶变异野猪怎么办？你们的天赋能击杀吗？自信是好事儿，但我们现在还没飘到可以无视所有挑战的地步。早上刚经历过一切的陈思思3人顿时就沉默了。不错，能沉下心来就是好事，但莫是过分自信，害人害己，还是脚踏实地呗。等下咱们先去把隔壁那几栋宿舍楼也收服了，再说其他。好，咱们今天吃烤全羊。林凡，这些东西你哪来的？你会凭空变物？彤彤，凡哥有空间戒指，而且凡哥暴力超高，等一下你就放开吃，跟着我们你就享福吧。我们天天跟着林凡蹭吃蹭喝，1天3餐，顿顿不少。1天3餐，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末世到现在已经是第3天了，我一共才吃了3顿，每天都属于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就算这，江彤彤也已经比大部分人过得好了。半个小时之后，烤全羊烤好，香味弥漫。开吃吧，不用客气，管够。陈思思4人围在了林凡的身边，此刻的他们根本就不管什么淑女形象，直接上手抓，吃的更是满嘴飘香。此刻的2号宿舍楼内，老大王双死了，
一群人正在为谁当下一个老大而争得喋喋不休。突然之间闻到隔壁飘来的烤全羊的香味，瞬间全都安静了下来。没天理啊！这谁呀？末世还能吃上烤羊肉，这他妈太腐败了！好像是1号楼啊，应该不是女魔头的江彤彤待的地方吧？会不会是林凡那帮人吗？他妈的，就我说，咱们还争什么呀？直接认林凡当老大不就行了？跟了林凡，他们吃肉，说不定我们还喝口汤呢。方军说的对，而且咱们前老大王双不就是死在林凡手下吗？这证明林凡的实力也够强，能罩得住咱们。哎，同意。走走走，咱们现在就过去。林凡，隔壁那群人又过来了。没事儿，咱们继续吃。我和思思3人都有兵4甲，不怕普通武器伤害，任他们来，人再多也不怕。此时，张军一群人来到了1号宿舍楼下，他们没人敢上楼，只是在楼下大喊着：“哎，林凡，我们想认你当老大，求你收下我们吧！只要管口饭吃就行，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绝对听话。”果然，这群人是来投诚的。我就说嘛，没人能抵挡得住烤全羊的诱惑。谁口袋里的余粮多，谁在末世就是老大。这句话可真没错呀。行，我答应做你们的老大了。不过在此之前，需要你们去做一件事。就你了，去引一些丧尸过来，越多越好。我会帮你们搞定口粮问题。空间戒指中囤积着大量的物资，林凡想要，完全可以直接给，但是这只会养成他们好吃懒做的习惯。此刻，楼下的张军闻言没明白林凡的意思，但是为了不得罪林凡，还是手持锋利的砍刀，朝着远处游荡的丧尸群快步走去。就喜欢这种话少还听话的人。你们慢慢吃，我下去一趟。林凡下去干嘛？引丧尸和解决口粮又有什么关系？杀丧尸呗，凡哥和我们的爆率不一样，格外能爆。等等你就知道了。二人一问一答之间，林凡已经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了楼下。见到他下来，1号宿舍楼前上百号的男男女女立刻毕恭毕敬的鞠躬问候：“老大好。”往后站，注意安全。此刻，张军身后数十只丧尸和变异兽紧追不舍。救我呀！林凡没有着急动手，直到张军跑回来，这才朝着数十只丧尸冲了过去。不出2分钟，林凡就搞定了数十只丧尸和变异兽，留下地上的一大片物资。林凡捡起了其中3个发光的圆球，收入到空间戒指里。爆率高了，爆出白色盲盒的概率也高了，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名字？张军。很有胆量，不错。以后这群人就交给你管理了，这些物资和生肉也交给你处理，你看着分配吧。哎，谢老大，谢老大！之前跟着王双，整天饿肚子，现在刚认林凡当老大，就能分到物资，太享福了。老大，我能再去引一些丧尸吗？见识到老大林凡变态的暴力，张军想多为小弟们谋些福利。林凡看出了张军的意图，扫了一眼难民一样的众人，就点了点头，说道：“行，去吧，仅此一次。”老大，我们能够去捡些吃的吗？别问我，等张军回来你们问张军。魔都4大校花我都一个还没动呢，随便来个谁就想靠美色换物资。就在此时，江彤彤位居高处，注视着远处尘土飞扬。行了，来的好像不是普通丧尸。1号男生宿舍楼前，林凡听到楼上江彤彤的提醒，眉头顿时紧皱。这家伙引了什么东西回来？这么大声势，看样子貌似连自己也给搭进去了。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快进楼里躲避！似乎是为了印证林凡的话，一小部分人趁着林凡离去，疯狂地向不远处的物资跑去。他们甚至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袭，很快就被1阶变异野猪全部吞噬。幸亏听林凡老大的话，早点跑回来了，不然咱们都得死。就是啊，还好听话。哎，是啊，好家伙，这阵仗可真不小啊！3只1阶变异野猪，3只1阶丧尸，还有大量的普通丧尸变异兽，这场战斗不好打，你们都听我的指挥。好。思思，放火枪！话音未落，陈思思就急忙一挥手，一瞬之间，1号宿舍楼前出现了10米范围的火焰，隔绝了通道。思思，你在楼上保持火枪不断。珊珊，你跟我下楼。小小，你留在这里保护彤彤，辅助思思。此刻的1阶丧尸已经冲进了宿舍楼，正在1楼大厅寻找着幸存者。珊珊，陈让，3只1阶丧尸瞬间就被藤蔓捆成了木乃伊，根本就无法动弹。林凡趁机挥舞起了自己的嗜血匕首，朝着最近一只1阶丧尸的腿窝就斩了过去。解决掉这一只之后，苏珊珊的缠绕时间也到了。继续。话音未落，苏珊珊就默契的继续释放缠绕。林凡如法炮制，再次解决了一只1阶丧尸，可惜还是没爆什么好东西。就在林凡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最后一只1阶丧尸却是爆出了一个散发着微弱绿光的戒指。空间戒指，可惜了，1人只能佩戴1枚。
珊珊，这个给你了。空间戒指，林凡，你真给我呀？别客气，拿着吧。如果不是有你辅助，我杀这3只1阶丧尸也得费点劲儿，更别说抱空间戒指了。苏珊珊神色激动，只当林凡是安慰自己，眼神之中也充满着爱意。赶紧带上，那边还有个大麻烦呢，咱俩想办法去把那3只1阶变异野猪给杀了，不然咱们今天都得被困死在这里。10米范围的火焰还在燃烧，宿舍楼外普通丧尸和普通变异兽早就已经被烧成了灰烬，仅剩3只体型巨大的1阶变异野猪。林凡直接手持嗜血匕首冲了出去，他迅速的解决了2只，而后最后1只也如法炮制，轻松解决。1阶变异野猪竟然还爆这个，不能认错了吧？天赋神石，服用后随机获得一项天赋。真是天赋神石啊！凡哥，不就是一个石头吗？至于那么高兴吗？当然了，这可是天赋神石。你别看它和天赋石只有1字相差，但价值却相差万倍。天赋石可以让没有天赋的普通人随机获得一项天赋，有天赋的人晋升天赋，但这个天赋神石却可以让有天赋的人额外增加1个天赋，相当于一个人可以拥有2个天赋。天哪，一个人拥有1个天赋，这已经能超越99%的人了。这要是有2个天赋，岂不是要上天？上天，简直都能翻天，好吧？凡哥，那你快服用，看看能增加什么天赋。林凡点了点头，迫不及待地吞服了天赋神石。天赋信息：天赋魅惑，可控制1只普通丧尸或普通变异兽，100%忠诚，可升级，1天使用10次。老天，你不是搞我吧？这也太鸡肋了！合着老子这辈子是魅魔转世。第1个天赋魅眼对女神有效，女神和我对视一见钟情，100%忠诚。新增的天赋魅惑对丧尸和变异兽有效，100%忠诚。不是，这怎么不是在勾引人，就是在勾引人的路上啊？凡哥，你得到了什么天赋？控制丧尸和变异兽的没啥大用，回去吧。哇，珊珊，你什么时候有空间戒指了？嘿，凡哥给我的，好看吧？凡哥，我也想要。哎，停，正常说话，我保证你们以后人手1个。谢谢林哥。好像唐僧进了蚕丝洞，一帮女妖精像是要吃了我似的。无福消受，无福消受啊！林凡白了3人一眼，摇了摇头，先行离开了宿舍。如今2号男生宿舍楼的人已经愿意投诚，只要再征服3号、4号男生宿舍楼，那整个魔都大学差不多就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了。3号、4号男生宿舍楼现在情况如何？掌管在谁的手里？禀凡哥，这2栋宿舍楼都没人。没人？凡哥，那边不会有你的亲人或者朋友吧？没啊。等等，不会那边的人都被你毒杀了吧？好家伙，这可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啊！3栋男生宿舍楼都被杀通了，这里是多少人呢？难怪王双带领这群人貌似要杀个通通。但是事关暴虐，也管不得什么立场了。何况这是末世，我的女神必须宠。过去的事就翻篇了，以后可不能再随意杀人了。这话虽然是对着江彤彤说的，林凡却是想让周围的众人听着，众小弟也只好收起了幽怨的眼神。你们随便去个人，通知一下楼内所有人下楼集合，我给你们发物资。所有人领取完物资，去1号女生宿舍楼找刘洋报道，就说是我让过去的，刘洋会好好安排你们。现在都过来领物资吧，一人拿4样。谢谢老大，老大万岁！凡哥，你就不怕他们拿着食物跑了？跑？末世想要活得久，就得拉帮结派，独行侠，可活不久。这些你开了吧，看能不能开出一件冰丝甲。都给我。他早就从陈思思的口中得知，他们身上的冰丝甲就是从这发光的圆球之中开出来的，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得到。可惜这8个白色的盲盒只开出了3瓶特效药，而其他的全部都是实物。怎么没有冰丝甲啊？没有就没有呗。走，去那边杀丧尸，争取天黑前帮你搞一个，正好我也试试新天赋魅惑。林凡简单安排了一下阵型，他在前面开路，江彤彤走在中间，陈思思3人负责断后。不远处游荡的10几只丧尸就感应到林凡等人，嘶吼着再次冲了过来。你们先别动手，让我来。林凡直接释放了天赋魅惑，一瞬之间10只丧尸停止不动。林凡手持匕首迅速解决了多余的几只之后，玩心大起，干脆操控着几只丧尸小弟就原地跳起了舞来。凡哥，那几只丧尸怎么不动了？我吃多见小人了，丧尸会跳舞，我没看错吧？我知道了，凡哥，这就是你的新天赋啊！什么？苏珊珊的话引起了陈思思3人的好奇。经过林凡的允许之后，他便说了天赋神石的事情。不愧是我的凡哥，就是厉害啊！什么你的？怎么就让你据为己有了？是我们的。在嬉笑声中，
一下午的时间悄然流逝，直到天快黑了，白色圆球爆出了足足48个，最终开出了3个冰丝甲、20瓶特效药。江彤彤也已经穿上了冰丝甲，但是并没有再开出任何的武器。凡哥，天快黑了，我们今晚去哪儿过夜？还回小树林吗？不回了，走，去1号女生宿舍楼。今天收了小弟刘洋，整顿了魔都大学大大小小的势力。仅依靠刘洋一个普通人，怕是震慑不住这几百人，所以林凡需要过去镇场子。嘿嘿，老大，你下午送来的人我全都收遍了，而且还做好了花名册呢。林凡接过了花名册，简单过了一遍。短短1天，能把300余人管理得如此井井有条，有这样精干的小弟，我这当老大的能省不少心呢。干得不错，这件冰丝甲奖励给你，穿上吧，以后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的。谢谢老大，老大的恩情，刘洋谨记在心，以后我这条命就是老大的。跪下之后，刘洋脸上露出了猥琐的笑容，靠着林凡身边四处看了看，然后压低声音说道：“老大，顶楼我给你准备了惊喜，绝对保证你满意。”惊喜？行，上去看看吧。林凡没有放在心上，他现在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女神。刘洋连个天赋都没有，能准备的惊喜确实是有限。老大，6楼顶层这一层20个房间，每个房间我都安排人打扫干净了，还换上了新的被褥，我还严令警告过，谁也不准上来。你可以放心居住。老大，我说的惊喜就在最里面的房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就不打扰老大和嫂子们休息了。这5瓶特效药就当奖励了，好好干啊！小弟刘洋做事考虑如此的周到，还知恩图报，值得奖励。谢谢老大。别动不动就跪，有点骨气。行了，你去忙吧。是。凡哥，你把冰丝甲给了刘洋，不怕他背叛吗？放心，我自有分寸。林凡自然深知养虎为患的道理，但是他手中的嗜血匕首有破盾的功效，恰好可以完美的克制冰丝甲。只要刘洋敢有背叛之心，自己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好了，早些休息，恢复体力。这一层这么多房间，也没人打扰，你们一人挑选一间喜欢的房间吧。我不去，我要跟你一个房间睡。我们也是。这天赋媚眼真是绝了，女神也太粘人了。林凡无奈同意，陈思思四女欢呼雀跃。而后，林凡等人便是朝着走廊尽头的房间走去。可是，就在他们即将靠近的时候，里面却传来了一个女人哭啼求救的声音：“谁来救救我呀！”原来如此，合着刘洋这是给我绑了个女人呢。陈思思这4个女神，我都还来不及采摘呢，哪有功夫理会胭脂俗粉呢？凡哥，里面关的好像是我表妹啊，这么巧？陈思思急忙冲进了宿舍，房间内既整洁又干净。陈云云眼睛被蒙着，双手双脚也被捆着。陈思思连忙上前去松绑。别碰我！你谁啊？是我是思思啊！表姐。陈云云脸上的紧张感顿时消失了。很快，陈思思帮陈云云去掉了眼罩，给她松了绑。表姐，能见到你太好了。作为一名孤儿，林凡不喜欢看到这种重逢的场面，于是便决定离去。然而无意间回头和陈云云对视一眼之后，林凡却一下愣住了。丁，征服女神成功，爆率增加100%，当前爆率510%。啊！丁，征服女神数量达到5丁，提升爆出物品品质。陈思思的表妹竟然是女神，而且征服第5名女神竟然还能提升物品品质。刘洋可真是给我准备了一个大惊喜啊！已经是深夜了。变数太多了，林凡最后还是忍住了去外面屠杀丧尸，验证物品品质提升的想法。可是他却不知，此刻陈云云正紧盯着自己看，眼中满是爱意和情愫。表姐，他是谁啊？他呀，叫林凡。林凡抱着一堆食物放在了宿舍床铺上，吃吧，不够吃还有。啊，这么多啊！对了，珊珊，中午的烤羊肉还有吗？给云云点。妈呀，这还是末日吗？烤羊肉都有了。表妹，赶紧吃吧，放开吃，不够还有。陈思思催促了一句，神色复杂的看向了林凡。从刚才林凡看陈云云的眼神之中，他看得出来，林凡怕是对陈云云有想法。凡哥能看上云云也好，这样他就不用继续流浪，风餐露宿了。太好吃了，你们不吃吗？那我一个人吃了。陈云云不顾自己的形象，大快朵颐了起来。10分钟之后，等他吃饱喝足，陈思思从林凡那里求来了仅剩的一件冰丝甲给他。对了，云云，你不是在家和我父母在一起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表姐，我爸妈和你爸妈都被人杀了。死了？到底是什么情况？你快点说呀！
末世倒计时还剩30分钟时，我在外边，父亲给我打电话让我抓紧回家。结果我听到电话那边传来了打斗的声音，当时监控还能看。我查看了监控，发现是家里雇佣的保镖叛变了，他们谋杀了我的父母，还霸占了庇护所。陈思思听完握紧了自己的拳头，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杀意。父母被杀，这个仇他必须得报。凡哥，我想回家一趟，替我父母报仇，你能陪我吗？仇肯定是要报，但现在不行。你家距离学校至少也得好几十公里，现在所有车都没法开，想回家就必须步行。那路上遇到怎样的情况也是未知的。等过几天这里稳定了，我们再一起去帮你复仇。而且这个时间最好是赶在第一次尸潮后，到时时空裂缝附近会随机刷出机械丧尸，机械丧尸击杀后必爆能量战车，时速高达100公里每小时。有了能量战车，到时候去哪儿都方便了。凡哥说的对，是我冒失了，末世危机四伏，怕是还没有到家，路上就遇到了危险，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就把凡哥往火坑里推。凡哥，谢谢你，我听你的。安抚好陈思思，林凡转头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陈云云。像陈云云如此性感漂亮的女孩，若是没有保命的手段，根本就不可能活到现在。云云，你的天赋是啥？你是怎么知道的？表妹，你也有天赋啊，那太好了，我们又能增添一员大将了。表姐，可能要让凡哥和你们失望了，我的天赋太垃圾，名叫隐匿。简单的说，只要我不主动攻击丧尸和变异兽，丧尸和变异兽就不会主动攻击我。我操，隐匿！谁说这是垃圾天赋啊？这可是上一世号称最顶尖的天赋之一，后面只要升级，隐匿就能带着一群人隐身。如今焰女神陈思思、无后江彤彤、陈云云3名得力干将全在我麾下，100%忠诚。只要我不愣，未来绝对是末世第1大势力。想到这些，林凡脸上立刻露出了灿烂的微笑，却不想此刻陈思思看着外边彻底黑起来的天色，心猿意马。凡哥，天也彻底黑了，也该休息了。陈思思很期待林凡今晚能够挑选他俩。哎呀，你们哪门子闯，都给我站岗去！咱们6个人分3组，晚上轮流站岗，剩余的4个人正好1人1个床铺，觉得起的就去隔壁宿舍。陈思思5人顿时无语了，哪怕林凡要他们一直服侍，他们都是能接受的。可是林凡却选择了轮流站岗。别愣着了，该干嘛干嘛呀！思思，你跟我一组，我们先站岗，剩余的你们自行组队。林凡带着陈思思走出了宿舍，来到走廊，看着楼下厮杀丧尸的众人。他们看起来好辛苦啊，幸亏我跟了凡哥，不然现在也要为生气发愁，这也杀丧尸。凡哥，你能把冰丝甲脱了吗？我怕黑，想抱着你。哎，安全第一。丧尸夜袭了，有大丧尸，快跑！林凡站在了走廊的窗前，借助月光看向了远处，只见一只身材高大的一阶丧尸带领着一群普通丧尸朝着宿舍楼奔袭而来。思思，去叫醒大家，别睡了，全都下楼。1楼大厅，刘洋看着大量丧尸夜袭，眉头紧皱。刘哥，要不上楼叫老大吧？我怕我们解决不了啊！不用，我们不能什么事都靠着老大，我们也得学会独立面对啊！老大来了！老大来了！老大，通知所有人上楼，1楼不要留人。是。人是发展的根基，今晚丧尸太多，一定会造成大面积伤亡。我才收服的小弟可不能今晚一过就死伤大半，何况留着这群人，我还有大用处。片刻过后，1楼宿舍大厅就仅剩下林凡和刚下楼的陈思思5人。思思，释放火枪！陈思思立刻挥手释放，一瞬之间，10米范围的熊熊烈火铺满了宿舍楼的外边。林凡手持嗜血匕首迎了上去，林凡奋力一击，斩断了第一阶丧尸的头颅，仅用了5秒就解决了全部的战斗。凡哥好帅啊！老大牛逼！老大牛霸气！老大太威武了！面对着众人的吹捧，林凡的脸上却不见喜色。现在只是第一波，一般这种尸潮总共会有5波，而且丧尸的数量会成倍数增长。日潮夜袭可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要死人的。上一世林凡没有现在的暴力和装备，丧尸群夜袭他选择了逃避，但是这一世林凡不想躲也不能躲，他一旦带着陈思思等人走了，这栋楼里的300多名小弟能活一半就算是收高香了。等下第2波丧尸将会2只1阶丧尸。思思，你保持火枪一直存在，不要熄灭。珊珊，天赋缠绕一定不要释放，别害怕，留好自守。然后彤彤、潇潇、云月，你们4个就按照我刚才击杀1阶丧尸的方式，4个一组对付1只1阶丧尸，我去对付另一只。我们能行吗？
相信自己，受伤就吃特效药，不用担心浪费。交代完毕之后，林凡意念一动，从空气地质之中取出了4把消防斧。今天晚上也正好是磨练他们的最好机会。第2波尸潮到来，陈思思的天赋火墙就是绞肉机，普通丧尸来多少秒杀多少。林凡手持锋利的嗜血匕首，朝着一只1阶丧尸冲去。苏珊珊4人也立刻鼓起了勇气，朝着另一只冲去。由于经验不足，苏珊珊消防斧还未碰到1阶丧尸，就被力道给抓伤了胳膊。林凡这边一气呵成，依旧是顺手，居然还爆出了散发着绿色光芒的圆球，出货了！末世盲盒的颜色代表等级，由低到高，分别是白色、绿色、蓝色、紫色、金色、红色。其中白色圆球杀普通丧尸就有几率爆出来，而绿色圆球只有杀1阶丧尸才会爆出来。竟然是柳叶甲！柳叶甲能够免疫1阶丧尸和1阶变异兽攻击，稀有级别。林凡快速的替换了柳叶甲，绿色的护盾代替了之前冰丝甲的白色护盾。而就在这时，苏珊珊4人花费了足足5分钟，终于是合力击杀了1阶丧尸。关键他们还没有林凡的变态的爆率，1阶丧尸死去也只是爆出了1瓶矿泉水。凡哥，你身上的护甲怎么颜色变了？刚爆的柳叶甲，以后不用怕1阶丧尸攻击了。凡哥，你好厉害！那这回就不用再怕尸群了吧？别掉以轻心，第3波丧尸群要来了，这次可是有4只1阶丧尸。珊珊，还是交给你们1只1阶丧尸，剩下3只我独自对付。林凡这边刚刚布置完战术，第3波尸群就来了。说时迟，那时快，林凡先朝着最近的1只1阶丧尸冲了过去。林凡靠着柳叶甲的保护，硬扛伤害一击掌中。整个过程不到10秒钟，在超高爆率的加持下，尸体消失，爆出了一大堆食物，还有1枚空间戒指。又1枚，思思，给你了。谢谢凡哥。凡哥，你要不去帮一下珊珊他们吧？他们杀起来太费力了。没事儿，多磨练一下有好处。3分钟之后，苏珊珊等人终于击杀了1阶丧尸。可惜这一次什么都没有爆，苏珊珊4人一人吃了1片特效药治疗身上的伤势。凡哥，我宁愿坐在你身上动，也不想再杀1阶丧尸了，太累了。虎狼之子。所以凡哥，我们能歇一会儿吗？行，休息吧，剩下几波交给我。身穿能够免疫1阶丧尸伤害的柳叶甲，林凡已经无需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所以来几只都是无所谓的。但是陈思思等人还是有危险的，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林凡让苏珊珊释放缠绕限制住其中的1阶丧尸，他则是上前先干净利落的解决1只，最后再如法炮制全部解决。丧尸爆了一大堆的物资，其中有3只戒指和1只散发着蓝色光芒的圆球。超高爆率就是好啊，空间戒指都能成批爆，一爆爆3个。不对，我怎么好像看到蓝色盲盒了？什么情况？不是只有2阶丧尸才爆这东西吗？猛然间，林凡想到了征服女神陈云后系统额外的提示，征服女神数量达到5名之后爆出的物品品质提升。哦，原来品质提升是这个意思呀。那如此说来，以后击杀1阶丧尸就能有几率爆出2阶丧尸爆的东西，2阶爆3阶，这是无敌的节奏啊！一只杀丧尸辛苦了，这3个空间戒指就奖励给你们了。谢谢凡哥。这回5名女神全部装备齐全，接下来我也该开我的宝贝蓝色盲盒了。老天保佑，一定要给我开出一个好东西，最好是装备之类的。林凡兴奋的搓手，向上天祈祷着，而后双手一拧，一阵蓝光顿时爆闪，仿佛是上天听到了林凡的心声。蓝色盲盒打开的一瞬之间，一把发着蓝光的匕首出现在了林凡的手中。林凡激动都说不出话来。屠龙匕首，削铁如泥，破盾，秒杀2阶丧尸和2阶变异兽，稀有级别。2阶丧尸还没出现，就得到了能秒杀2阶丧尸和2阶变异兽的装备，这回我真是无敌了。凡哥，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哇，好炫酷的匕首！我新爆的，珊珊，之前这把嗜血匕首就给你了。谢谢凡哥。苏珊珊激动万分，抚摸着嗜血匕首。末世求人不如求自己，有了这嗜血匕首，他也能够轻松的斩杀1阶丧尸了。第5波丧尸群来了，也是最后一波。这次不用帮忙，我一个人去外边杀，你们注意安全。
柳叶甲能免疫1阶丧尸伤害，屠龙匕首能免2阶，绝对安全不说，关键有爆出物品品质的提升。我杀1阶能爆2阶物品，这16只在别人看来是灾祸的1阶丧尸，在我这简直就是千金不换的宝藏啊！林凡不等1阶丧尸踏过火墙，就手持屠龙匕首踩着火焰冲了出去。冲在最前面的1阶丧尸还没有碰到林凡，就直接被秒杀。林凡打开杀机，不到30秒钟就清扫了16只1阶丧尸。甚至杀完之后，林凡还有些意犹未尽。还行啊，收获不错，4个空间戒指，2个绿色盲盒。就是可惜没能再爆个蓝色盲盒。至于剩下的普通丧尸，交给思思姐姐就行。等等，提升物品品质既然对1阶丧尸有效，那对普通丧尸应该也同样有效吧？此刻1阶丧尸死完，丧尸群并没有退去，还有上千只普通的丧尸在无脑的发动着进攻。见此情景，林凡想到物品品质的提升，立刻眼冒金光，挥舞着屠龙匕首，朝着普通丧尸群就冲了过去。苏珊珊看着林凡在外面尽情的屠杀，心中很是躁动，他想要去体验一下这世界匕首究竟有多么的强大。凡哥，我来帮你。显眼包是显眼包。凡哥，我们也来了。陈思思4人不想被苏珊珊比下去，也全都跑出了宿舍楼外去屠杀丧尸。而此时宿舍楼外，林凡刚杀完第30只丧尸，准备杀下一只丧尸，突然地上一个发着绿光的戒指吸引了他的注意。杀普通丧尸爆空间戒指，还有谁？果然如此，和我想的一样，爆绿系统提升物品品质，对普通丧尸也有影响。这里少说有上千只丧尸，这不发了吗？然而就在林凡满心欢喜准备继续屠杀的时候，结果才刚杀了3只丧尸，就发现附近上千只丧尸瞬间全都死完了，地上只掉落了零星的物品。林凡忙着回头看去，凡哥，我厉害吧？丧尸全被我的天赋群都毒杀了。林凡的嘴角一阵抽搐，头顶上羊驼狂奔。他本来想要靠着这群丧尸多爆一些绿色的盲盒，争取给每个女神开出一件柳叶甲，可是现在丧尸群没了，愿望也彻底的泡汤了。很厉害。哎呀，要是其他人敢不听命令乱动，老子早骂娘了。但没办法，谁让你是我自己招来的女神，犯再大错也只能宠着喽。江彤彤也太能抢风头了，本来还说在凡哥面前好好表现一下，结果全让他的群都给秒了。算了，尸潮夜袭总共就5波，现在已经结束了，走，回去补觉。江彤彤兴高采烈的往回走，丝毫没有发现林凡等人的悠悠怨气。结果刚一进1楼大厅，老大为我确切。今夜要不是老大，我们这群人怕是会伤亡惨重。老大辛苦了。这个空间戒指奖励给你了，好好干。谢谢老大。丧尸一走，就带着300余小弟来欢迎他。刘洋这个马屁拍的林凡极其的舒服，对待自己人他也是从来不吝啬的。于情于理，这小子都是一个值得培养和投资的人才。我也是带着上百小弟来投的，凭什么区别对待？对刘洋就是有冰丝甲有给特效药的，现在更是给了一枚空间戒指，却始终把我当空气。就因为刘洋比我早投诚1天，我张大力就该被踩在脚底下，跟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行，我得想办法翻盘。老大，请留步，我这里有件东西，想换一件冰丝甲，你看可以吗？说着，张大力拿出了一颗黑漆漆的石头，双手呈上。我看看，我操，我没看错吧？这是黑星石啊！作为一个重生者，林凡太认得这颗黑星石了。第一次尸潮过后会有2个重大的变化，一个是时空裂缝会开放兑换功能，另一个则是击杀丧尸之后几率掉落星体，而且还会有一个超低的几率掉落黑星石。晶体投入时空裂缝中可以换取物资，黑星石投入时空裂缝中100%可以换取一个天赋石。这石头我收了。林凡按耐住了自己激动的心情，收下了黑星石，并从空间戒指之中拿出他替换下来的冰丝甲，递给了张大力。张大力顿时热泪盈眶，跪地拜谢。谢谢老大。好好干。林凡拍了拍张大力的肩膀，便是带着众女神朝着顶层走去。林凡屠杀了1晚上的丧尸，早就已经精疲力尽，躺在床上就这么悠悠睡着了。次日，林凡正和5名女神吃着早餐，刘洋神色慌张来到了宿舍门口，隔门呼喊了起来：“老大不好了！张大力拿着你的冰丝甲不见了！”进来说吧。老大好，嫂子们好。这声嫂子叫的好啊，还挺有眼力见的。老大，具体是这样，昨夜张大力得到你给的冰丝甲之后，说要晚上去杀丧尸刷物资，我没多想就同意了。结果今天早上清点人数，却发现少了他，想必肯定是跑了。哎呀，都是我大意了，要不我去找找？不用了，像张大力这种没有一点远见的人，跑就跑了，以后有的后悔的。也对，张大力跑了是他的损失。正好你来了，今天你领人按照这个布局开始铸造防御工事吧。林凡拿出了早上醒来画好的防御工事的图纸，明天第一次受潮就要来袭，其声势可是要比昨天晚上的狮群夜袭还要浩大数倍。老大，这还有事？凡哥，
你让他们去干活了，没人杀丧尸，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哎呦，忘了小弟们还都处于吃不饱的状态。来外面走廊。林凡来到了走廊上，一念一动，掏空了空间戒指之中所有的生存物资。收了吧，都是给你的。谢谢老大，我们一定拿出200%的力气干。凡哥，你说这么多小弟跟累赘一样，还不如之前那样，我们几个人就住在小树林，过着潇洒快活的生活，多好啊！等再过一天，你就该知道他们的珍贵了。走吧，今天带你们去查丧尸。林凡没有过多的解释，率先向楼下走去。但是就在即将抵达操场的时候，不远处一群人引起了林凡的注意。为首的3名男子身上穿着冰丝甲，剩下的上百名混混手持锋利的砍刀，分工明确，有序地清理着丧尸。所有人的身上都有纹身，明显他们不是学生。校外人员罕见的，不过发育的不错呢。林凡饶有兴致地看着朝他们走来的上百名小混混。此时，为首的顶着大光头的刘明辉注意到林凡身边5名女神级别的女人。呀，这么多美女啊！兄弟们，咱们有福了！老大刘明辉一招手，上百名混混立刻手持砍刀，里3层外3层包围了林凡等人。老大，咱们运气不错呀！才来魔都大全，就遇到5个女神级别的小妞。老大，这次你爽完了，可别忘了让兄弟们也爽爽。哎，那必须啊！跟着老大我有福同享。别说这次了，以后也保你们玩不完的女人。说着，刘明辉从腰间掏出了2把手枪，一手一支，瞄准着林凡，像是生怕他们不相信他拿的是真枪。刘明辉抬起一只手，对着天空扣动了一记，2声枪响，此刻是格外的刺耳。小白脸，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赶紧滚，不然可别怪子弹不长眼。林凡身边的陈思思5人第一次在末世中听到枪响，他们吓坏了，眉头紧皱。凡哥，要不你先跑吧，他们有枪。不用怕，子弹又打不穿护盾，幸亏老子是重生者，不然还真被你智障给唬住了。别说手枪了，就是狙击枪也干不穿冰丝枪，更别说老子身上穿的还是更高一级的柳叶枪。哎，你小子挺能装啊！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废话真多，闪闪缠绕，死死放火，一个不留，全杀了。陈思思5人早就看这群混混不顺眼，当即毫不留情，上百余名混混全都被地上凭空出现的藤蔓缠住，无法动弹。陈思思紧随其后，原地释放火墙，上百余名混混刹那之间完全被烧成了灰烬，也只剩下为首有冰丝甲的刘明辉3人还在苟活着。操，老大遇到硬茬了！怕啥？咱有冰丝甲，他们能奈我何？小逼崽子，我记住你们了，等下次再遇到，定要你们好看。走，我让你们走了。切，小子，你很狂啊！来，都在这儿，有能耐杀了我呗！不怕告诉你，老子身上这护盾手枪都打不穿，就凭你手上那小刀，给老子剔牙都嫌小。来，今天你就照着这儿扎，扎不准你是老子养的。林凡把玩着新爆出来的屠龙匕首，顿时就笑了。他还是头一次听见有人有这么无理的要求，于是二话不说就攥着屠龙匕首朝着刘明辉的大动脉刺去。还在狂笑的刘明辉下一刻顿时就慌了，因为冰丝甲护盾就像是纸糊的一般被扎破了，屠龙匕首直中其大动脉，鲜血喷出，刘明辉身亡，留下了一个发光的蓝色晶体。天赋石？哈，这智障有天赋啊？那还不用？托大的蠢货！快分头跑！没等林凡指挥，藤蔓就凭空出现，捆住了逃跑的孙大鹏和张海波。林凡趁势手持屠龙匕首，上前一刀一个，干脆利落地解决掉了他们。珊珊艺术不错呀，知道不能放虎归山，干得好！这个天赋石就奖励给你了。苏珊珊抱着林凡就亲了一口，然后接过了天赋石吞了下去。林凡满眼期待地盯着苏珊珊。此刻，一股陌生的记忆闯入到了苏珊珊的脑海之中。天赋缠绕晋升为树人，树人释放后出现一棵树人，无法移动，持续10分钟，可下达捆绑指令，没有指令自动捆绑附近所有目标，直到消失。晋升了吗？什么效果？怎么说呢？我直接展示吧。苏珊珊消化完了记忆，带着满眼的激动，一念一动，释放了天赋树人。一瞬之间，不远处凭空出现了一个身高1米的树桩子，有鼻子有眼，就是不会动。这林凡等人瞬间就尬住了，就这。珊珊，一个木头疙瘩你激动啥呀？连个树冠都没有，这样都做不到。就是，感觉还不如原来的缠绕呢。你这升级生了个寂寞。不是的，凡哥，没丧尸不好展示，我去引几只。为了证明这天赋树人也是强悍的，苏珊珊跑向了远处引来的丧尸。在进入树人10米的范围之后，这数十只丧尸瞬间全部被藤蔓捆绑，根本就无法动弹。林凡观察着，发现已经过去了10秒钟，这丧尸竟然还没有解除捆绑。不错，控制时间持久了。
就在这时，上百只丧尸感应到林凡等人的存在，嘶吼着朝着这边就冲了过来。刚踏入数人10米的领地，这新来的上百只丧尸又被凭空出现的藤蔓捆绑住了。林凡等人见这一幕，顿时就震惊了，还能再次缠绕，不是一次性的，厉害吧，凡哥？而且数人总共能存在10分钟呢，很不错。走，去裂缝，我们继续杀丧尸。哎，对了，没我命令谁都不许动手，你们就充当后勤，把爆出的物品收入空间戒指中，丧尸我来杀。凡哥，说好的锻炼呢？好不容易晋升了天赋，苏珊珊还想着过瘾呢，结果就被林凡下了禁令。但是很快他们就没有功夫思考这些了，因为在林凡变态的暴力和恐怖的屠杀速度之下，物资成山一样的爆。这不对吧，凡哥？空间戒指、绿色盲盒，这些不是1阶丧尸才能有几率爆出来的吗？怎么普通丧尸也爆了？在众人的惊呼声中，林凡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就在这时，一个闪闪发光的红色晶体状的物品再次引起了林凡的注意。爽啊！普通变异兽居然爆天赋神石了！凡哥，这就是你说的能额外增加一种天赋的东西。这东西我服用了，就先不分给你们了。林凡太想要一个攻击型的天赋了。林凡一口气吞下了天赋神石，一瞬之间，他的脑海之中又多出了一些全新的记忆。地刺可升级，释放后秒杀10米范围内的普通丧尸和普通变异兽，一天可使用10次。终于来攻击天赋啦！还是群攻。凡哥得到什么天赋了？这么高兴？别眨眼，瞧好了。林凡嘴角上扬，意念一动，天赋地刺瞬发，空间撕裂。哇，凡哥，你这天赋也太变态了吧！别愣着了，继续啊！你们收拾战利品，我杀丧尸。于是林凡没有保留，直接接连释放了全部地刺的次数。在变态的暴力加持下，周围将近100米范围内地上全都爆出了物资。林凡傻爽了，陈思思5人却是差点被累瘫了。凡哥，我们忙不过来了。行，那先停一停吧。过了杀丧尸的瘾，林凡淡淡一笑，暂且放弃了屠杀，帮忙一起收拾他们的战利品。这一次屠杀总共爆出了52个空间戒指、48个绿色盲盒、112个白色盲盒，以及大量的食物、水还有肉类。我的天啊，凡哥，我做梦都不敢梦到这么多的盲盒。走，去那边休息一会儿，开盲盒。总共48个绿色盲盒，我们1人9个，还多出3个。这样吧，姐妹们，看咱们谁的手气好，谁先开出来柳叶甲，剩余的3个盲盒就给谁开。好，好呀，好呀。陈思思5人每人连续开了4个绿色盲盒，一共开了20个绿色盲盒，却只开出了3件冰丝甲、10瓶特效药，其他的全都是食物还有水。我还真不信呢。陈思思上头了，他把剩余的5个绿色盲盒一口气全都开完，开到第4个还没有出，他就绝望了。直到最后一个一发入魂，绿光消失，柳叶甲安静地躺在他的手上。陈思思神情激动，立马换手。凡哥，我美吗？美。唉，你都承认我美了，那还不睡我？虎狼之子，小姑娘家的矜持点。哎呦，都末世了，有什么矜持吗？就是啊，凡哥，还有我们呢，你可不能厚此薄彼。我一推再推，他们一追再追，这样下去搞得好像我不行一样。反正明天就是尸潮了，等过去以后就能休憩一段时间。行吧，明晚起你们就开始一个个的给我轮流。林凡内心暗爽，女神们一个个争着想要服侍他，这种待遇可是上一世没有的。归根到底，还是他的暴力太过变态，实力太过强悍。末世，实力为王。继续开盲盒吧，今天最好能一人给你们搞一件柳叶甲穿。寒冰匕首，削铁如泥，霍顿，秒杀1阶丧尸和1阶变异兽，稀有级别。把那2把寒冰匕首拿过来，我看看。看完后，林凡顿觉索然无味，这不就是嗜血匕首的平替吗？便是转手给了楚潇潇和陈云云，主要是他们2个现在的天赋实在太过于鸡肋。谢谢凡哥。休息差不多了，走，继续杀丧尸。还是老样子，我杀丧尸，你们收拾战利品。林凡招呼了一声，朝着操场中间的时空缝隙走去。就在这时，天降异象，无数个散发着金光的物品从天而降，犹如流星坠落。转眼之间，金光散去，一个高2米的牌子显露出来，闪闪发光，格外的显眼。凡哥，不会是宝物吧？我们快去看看。不用看，林凡也清楚发光的牌子的用处，这是公告牌，类似于末世降临前天空之中的画卷。公告牌上面每隔一段时间会刷新内容，发布信息或者是规则。明早8点会有一波福利降临在时空裂缝附近，请幸存者抓紧时间赶到，以免错失机遇。我上早吧，狗逼公告牌！上一世老子就信了你的鬼话，赶来魔都大学抢福利，结果撞上尸潮了，差点就他妈英年早逝了。凡哥，我们走大运了，咱们魔都大学操场正好就有时空裂缝，这次我们可要把握机会啊！对，明天一定要早起。
那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陈思思等人是越说越激动，眼中也冒出了金光。他们很是期待明天的福利。林凡笑而不语，也没有揭开事情的真相。公告牌散落全球每个角落，想必魔都大学附近各方势力也都能看到。很快就会有其他势力赶来魔都大学，这里怕是要热闹起来了。与此同时，另一面，魔都大学附近汤臣一品小区内，公告牌前，独眼龙张世杰顶着白色的护盾，无视丧尸攻击，认真查看着公告牌上的内容。也不知道公告牌上明天早8点的福利是什么，但无论如何都必须牢牢把握在老子手上。通知2当家、3当家，所有人收拾东西，赶往魔都大学。这次我们要抢占先机。等报信的小弟离开，独眼龙张世杰突然想到了什么，转头看向了身旁的表弟张大力。对了，表弟，你才从魔都大学里跑出来，那里边什么情况？有什么难缠的对手吗？若是林凡在现场，一眼就能认出张世杰口中的表弟，正是拿了冰丝甲就逃跑的张大力。表哥虽然也有天赋，但对付一只1阶丧尸都够强，半个小时才能搞定。林凡老大却能做到秒杀1阶丧尸，早知道就不跑了。唉，他也没回头路了。表哥，魔都大学那边就是一群大学生，大约300人，就一个有天赋。才一个？那稳了。而这时，身材高挑、姿色绝美的2当家宋婷婷踩着高跟鞋来到了独眼龙张世杰的跟前。为什么要去魔都大学？待在这不好吗？抛弃现在安逸的生活去冒险，说不定到最后一无所有。妈的，烦人的臭娘们！老子做决定，由你来指手画脚，不就是仗着有天赋吗？别落在老子手上，不然一定玩死你！那就看你爱去不去，反正我要带人去。明天早8点有福利，行，我去。什么时候出发？现在。走。魔都大学1号女生宿舍楼前，刘洋指挥着300余人，正热火朝天地搬运着桌子、床架等等的材料。凡是干活的人，一人奖励5包方便面和2瓶矿泉水。唉，干活比杀丧尸轻松多了，还不用担心被抓伤，真好。就是往死干，说不定还能有其他奖励。此刻林凡带着陈思思5人回来了，打量了一圈已经建了一半的防御工事，却是依旧感觉不太满意。刘洋，哎呀，你这建的还是差点意思啊！玩过塔防吗？在现有的基础上加高加宽，建成通道两边能站人，还不被丧尸攻击到的那种。哦，那我就明白了，老大，我这就去安排。丁，附近发现女神。嘿，又有新女神了。思思，你们就待在这里别乱跑，保护众人安全。我出去一趟。说罢，林凡马不停蹄的离开。凡哥这是去哪儿了？走得这么急？谁知道，不能又是去找女人去了吧？哼，怎么可能？魔都大学除了这里，哪还有人啊？哦，也是。此刻，张明辉一行人浩浩荡荡进入了魔都大学，张大力充当起了导游。为了避开老大林凡，他特意挑选了离林凡最近的1号男生宿舍当落脚点。表哥，就住在这儿吧，这离操场中间空间裂缝不远，附近又没啥丧尸，方便行动。好，我住最顶层，你们任何人都不许上来。挑3拣4，故作清高的臭婊子，早晚把你搞成婆。表弟，你说的魔都大学300人的组织里面应该有很多女大学生吧？有是有，不过表哥最好还是别招惹，那群大学生的老大不好惹。不是，我这嘴开了光吧？正说着，张大力在不远处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此人正是林凡，而且还正向着他这边走来。表哥，那就是大学生们的老大，你等等客气点。就凭他，哼，一个小白脸。哎，小子，听说你手下有不少女大学生，我这边有少妇，要不我们换一些玩玩？哪来的傻逼，滚一边去！言罢，林凡径直顺着箭头指引上楼去，完全无视张世杰2人，毕竟征服女神要紧。妈的，在我的地盘敢如此嚣张！走，上楼教训一下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别啊，表哥，咱们去隔壁躲一躲吧。操，怂蛋，滚一边去！别说是我表弟。张世杰转头就持刀追了过去，可是张大力却是重重的叹了一口气，他没待在原地，而是急匆匆跑向了隔壁2号男生宿舍楼去躲灾了。林凡一路来到了1号男生宿舍楼的楼顶。都说了，谁都不许上来，想死！宿舍内，宋婷婷听到了声音，愤怒回头看去，刚准备动手，结果和林凡对视了一眼，一瞬之间就沉沦了。宋婷婷瞬间就爱上了这个突然造访的男人。丁，征服女神成功，爆率增加100%，当前爆率610%。认识一下，林凡。宋婷婷，跟我走，带你去个干净的地方。好。宋婷婷听话的跟着林凡出了宿舍。刚走出宿舍房间，大当家张世杰就带着3当家刘哲以及一群小弟赶来，上
霎时之间，整个楼道被堵了个水泄不通。小子，上一个骂我的人，坟头草已经长1米多高了，现在给我跪下道歉，成为我的小弟，我就原谅你的无礼，不然今天就死在这儿吧。林凡懒得多说，趁机手持屠龙匕首冲去，挥手一刺，刹那之间尸首分离，尸体消失，只留下了一个发光的蓝色晶体，是天赋石。没实力学人装逼，谁给你的勇气？张世杰的迅速死亡给混混们吓坏了。就在此刻，窗外突然响起了让人心神难宁的警报声。不知何时，傍晚擦黑的天边被染成了阴森的血红。隐约之间，只见一轮血色的圆月升起，空气中回荡着不同于往日的可怕嘶吼。尸潮要来了，也不知道刘洋他们的防御工事建得怎么样了。得赶紧回去。我励精图治，恪守规则，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吗？届时等安全度过，我就收了陈思思舞女，当做给自己的奖励吧。